在1864年6月，南北战争进入了最后一年，林肯总统心中一个主要的思考是罗马在战争中的作用。林肯反复说，这场战争如果没有耶稣会的邪恶影响，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我们应归咎于百花齐放的混杂，是我们土地上流淌着最英勇的儿子的血。这似乎是林肯总统的一句话。由于今天对内战的教学内容，这句话显得很奇怪。战争中从未提及宗教元素，或教皇和耶稣会与之密切相关。但林肯并不是唯一反对教皇干涉本国事务的声音。摩斯电码的发明者塞缪尔·摩尔曾前往欧洲。1830年，罗马前往美国，展开针对美国的阴谋的调查。在返回美国后，莫尔斯写了2本书，警告美国人罗马的威胁。莫尔斯在整个19世纪不断发出警报，并在林肯就职后与之讨论局势。当然，塞缪尔·莫尔斯是摩尔斯电码的发明者，这种电码曾被使用了许多年。塞缪尔·莫里斯写了一本名为《反对美国自由的外国阴谋》的书，于1835年出版。在那本书中，他展示了神圣联盟和由耶稣会控制的奥地利的勒普尔德基金会，以及耶稣会本身是推翻美国联邦共和国自由的代理人，旨在以教皇集中政府取代它。就像梵蒂冈正在掌控一样。但今天我们环顾四周，看到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们在教皇面前卑躬屈膝。林肯的话似乎变得讽刺。再考虑一下这一点：2008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乔治 ·W. 布什匆忙跑出去与教皇在他的飞机上会面，这难道不奇怪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位美国总统在进入美国时会外出迎接一位宗教领袖，或者说任何领袖。美国历史上从未有总统以这种方式迎接过外国外交官。通常他们会等到被带到华盛顿或其他地方才会迎接，他们不会在停机坪上出去。这是首次。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前的教皇曾是宗教裁判所办公室的前负责人。他年轻时曾是纳粹党的一员。你知道，拉特金格红衣主教在成为本笃实施之前是梵蒂冈的大审判官。你知道这一点，我猜其他人并不知道。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宗教裁判所带来了如此可怕的记忆，而我们却邀请宗教裁判所的负责人来到犹太国家。我昨天做了一场讲座，以下是我提出的几点：你不要邀请大审判官到以色列，这就这么简单。我们是怎么从一个警惕教皇和耶稣会、希望毁灭美洲的国家，变成接受他们为朋友的国家？简而言之，我们已经出卖了自己。有人注意到，许多新教总统曾参加弥撒，并在天主教堂领圣餐。由于非天主教徒无法在天主教弥撒中领圣餐，因此一些总统误导他们的支持者，让他们以为自己是新教徒，其实并非如此。此外，掌权者往往直接是天主教徒，因此人们预期他们会服从教皇的指示。从美国总统到世界各地的国王和女王，再到宗教领袖，掌权者们都会见教皇并向他鞠躬。即使是在2009年7月，奥巴马总统前往梵蒂冈讨论世界经济形势时，他也向教皇鞠躬。离开时，奥巴马总统表示：“我们期待两国之间建立非常坚强的关系。”记住奥巴马总统的话以及他们的含义非常重要。教皇不仅仅是一个精神领袖，他还是一个领土统治者。
从1929年以来，他国家的名称是梵蒂冈城。教皇是一个君主。实际上，根据各种书籍，教皇是世界的君主。他不仅仅是宗教领袖，他实际上也是一位政治领袖。梵蒂冈实际上是罗马的一个小区域，教皇是那里的小领主。梵蒂冈的正式名称，我觉得非常有趣。实际上，它的意思是崇拜神圣蛇。因此，我们发现梵蒂冈的核心，甚至这个名字本身，意思是崇拜蛇。然而，从罗马的角度来看，教皇的统治不仅仅是在梵蒂冈城，他在精神和世俗或时间上的统治着整个地球。根据天主教教义，教皇可以让你不能进入天堂，他在地上的权限是绝对的。当我提到教皇时，我是指教皇职位，而教皇职位声称拥有2大权利。其第一个权利是对所有个人的普遍精神权利，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教皇的精神力量，没有天主教会之外的救赎。这是一致退会会议的教义，在20世纪60年代梵蒂冈第2届会议的文件中得到了重申，这还在教规典籍中。而教皇的另一种力量，也就是第2把钥匙，正如你所看到的教皇旗帜上的2把钥匙，配以3重冠，象征天上的主、地上的主、地狱的主，以及这2把钥匙精神力量。第2把钥匙是世俗力量。世俗权力在于此，教皇相信自己有权统治每个国家的政府。世俗权力从未被否认，也从未被声称放弃。但毫无疑问，教皇掌握着双重剑刃，既有公众看到的精神之剑，也有大多数人看不到的政治之剑。因此，对于热爱自由的人来说，这非常有趣且令人不安。以及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崇拜上帝，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屈服于罗马教皇。现在让我们回顾林肯的话语。我们已经讨论了教皇和教皇制度，但林肯提到的另一群人又是谁？他提到了耶稣会的阴险影响。耶稣会是谁？耶稣会是一群被培养出来的人。大约在1535年至1540年左右，他们的领袖是伊纳爵、罗耀拉。他们基本上有2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摧毁新教改革，因为你还记得，马丁·路德曾在1521年的沃尔姆斯议会发表演讲，站在查理五世和神圣罗马帝国面前。因此，天主教会试图阻止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但未能成功。大约在路德出席沃尔姆斯议会20年后，耶稣会组织成立，其目标之一是消灭宗教和政治领域内一切新教改革的残迹。在经济领域，因为新教改革不仅影响了宗教领域，还影响了政治和经济领域，这也是耶稣会的一个目标。另一个方面是恢复教皇在全世界的至高无上和主导地位，耶稣会引导教皇。关于政策，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自1540年以来，尤其是自特伦特会议以来，实际上，特伦特会议于1545年开始，持续了18年，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直待在那里18年。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会面，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天主教会的各位领袖以及新成立的耶稣会组织，他们会不时聚在一起讨论天主教会将如何应对新教改革的教义。他们会接受这些教义，还是会完全拒绝他们。因此，在改革时期所倡导的教义，包括恩典的教义，
通过信心得以称义，唯独信仰称义，唯独圣经，只靠圣经。仅凭恩典，单凭信仰，等等等等，没有洗礼重生。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救赎。我们并不参与救恩，也不是人类与上帝共同努力的结果，等等。所有由改革者所倡导的教义，都被特伦特会议由耶稣会在1545年至1563年间实际负责主持的一次会议，绝对诅咒、谴责和谴责。那是一场在意大利特伦特城举行的为期18年的会议，也是我们所说的反宗教改革的基础。特伦特会议为天主教会未来4个世纪的发展指明了重点和方向。基本上，在特伦特会议上，他们决定传统以及天主教会教父们的教导将继续作为天主教会的唯一权威。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其他由此而衍生的教义，但这就是特伦特会议的基本总结。也就是说，传统仍然统治着天主教会。他们提出的谴责来自特伦特会议，旨在消灭异端，消灭那些坚持上帝话语的人。这些仍然存在于今天。没错，教皇权没有撤销在特伦特会议中制定的任何诅咒。事实上，特伦特会议结束时说，所有异端都是诅咒。是的，都是诅咒。是的，都是诅咒。每位教皇都必须发誓维护特伦特会议的决定。如果你读一下由阿伯特整理的梵蒂冈第2届会议的文件，你会看到，甚至在60年代，他们称异端为分裂的弟兄们时，每位教皇都必须发誓维护特伦特会议的精神。凭着那种妄想和幻觉，他们仍然举行了特伦特会议，以及所有谴责异端并呼吁国王将他们逐出领土的教皇布告，如庇护12世的教义。耶稣会的头目是该教派的总司令，被称为黑教皇。耶稣会的领导者就是黑教皇。目前在那里那个人是尼古拉斯·阿道夫斯，他最近刚刚当选。黑教皇是耶稣会的首领，他被称为黑教皇，并不是因为他来自非洲，而是因为他身处黑暗中。我们看到白教皇，看到本笃16世，因为他是显而易见的，全世界都知道他是谁。但黑衣教皇仍然隐藏在幕后，鲜有人知他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黑衣教皇，他也是耶稣会的领袖。这场反对任何反抗教皇权力的人的战争一直在进行中，而这场战争由耶稣会策划。这场战争并不是由耶稣会公开发动的，耶稣会在阴影中行动。他们潜入，并让别人去完成暗杀的肮脏工作。如果需要武装冲突，他们会利用一个国家的军队让一个不服从的国家臣服。耶稣会正是这样做的。他们非常聪明，他们依然是非常聪明的人。他们会潜入，他们通过经济，通过商人来实现这一点。然后他们会进去开始教书。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人。然后他们不仅渗透到学校，还渗透到地方政府，最终晋升到更高级别的政府官员。我们发现，艾薇儿、曼哈顿在越南，为什么我们去的？一书中反复提到，他们在整个东南亚都遵循了这个完全相同的计划。他们在日本实施了这个计划，在中国也实施了，在韩国实施了，在越南实施了，一直延续到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最终会发生什么，你就会创造出天主教城市，所有城镇中的人都将成为天主教徒。
那么他们会试图将他们的天主教理想灌输到一个国家的主要宗教人口中。当然，在远东，主要的宗教人口将是佛教徒，所以这个国家的这些天主教徒，这些皈依天主教的人，他们试图向佛教朋友推广天主教。当佛教朋友拒绝时，天主教徒就会开始使用武力。于是，佛教徒会向地方政府、州政府、国家政府求助，然后就会引发革命。日本的局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在1639年，日本天皇他说，再也没有天主教徒，没有欧洲人会再来我们的岛屿了。这项禁令持续了将近2个世纪。这种情况在远东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曾发生过。为什么对非天主教世界的这种攻击，大多数人，尤其是新教牧师，都视而不见？比利·格雷厄姆在生命的后半段没有发表抗议。就前半段而言，我认为他一开始很坚强，但大约在60年代初，他的声音被压制了。罗伯特·舒勒、保罗·克劳奇、哈尔、林赛、帕特、罗伯特森、詹姆斯·多布森，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没有抗议。他们变成了我们的代理人，罗马的代理人。我还记得，当我开始实习教学时，我在教7年级的历史，关于朝圣者和清教徒来到美国。书里完全没有提到他们为什么要来美国。我刚在看书，我手上有一本叫罗斯柴尔德财务信托的书，还有一本关于洛克菲勒的书《洛克菲勒档案》，作者是盖瑞·艾伦。但这些人设立了信托，并且他们改写了历史书。所以我教的7年级历史教材完全没有提到宗教改革。我们必须记住，教皇职位，特别是黑教皇，控制着所有的高级共济会。这包括那些管理耶路撒冷王国的教皇的共济会犹太人锡安主义者。这还包括这个国家的顶级共济会成员，尤其是在华盛顿特区的圣殿，还包括你们所有的重要福音传教士。例如，比利·格雷厄姆就是一名33度的共济会成员。现在我知道比利·格雷厄姆组织否认这一点，但这仍然是真相，因为我们知道，根据那位诚实的第33度自由石匠，他真正信靠基督，通过福音得救，名叫吉姆·肖。他在华盛顿特区被授予第33度时，他说，在那里有2位前总统在那个会议中，他们中一个是杰拉尔德·福特，第33级共济会会员，曾赦免尼克松；另一个是吉米·卡特，也是第33级共济会会员。所以他们就在大理事会面前出现了。还有一个是国际布道家，他后来告诉别人，这实际上是比利·格雷厄姆，因为出版商拒绝在里面写比利·格雷厄姆的名字，所以比利·格雷厄姆也在场。所以比利·格雷厄姆无非就是高级共济会的代理人。关于教皇权力，也充满了共济会成员。如果你读过 David Yallop 的《以神之名》这本书，比如说，我们谈到罗伯特·舒勒，另一个33级共济会成员，他曾前往罗马寻求教皇的祝福，建造他的水晶大教堂。而且，罗伯特·舒勒是反白人、充满仇恨的种族主义者路易斯·法拉康的私人朋友，后者也是一名高级共济会成员，负责管理芝加哥大主教区的伊斯兰国。所以，我们有这些高层的共济会领导者，黑白都有，来自各种不同的宗教。
他们共同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制造动荡，但从未揭露教皇的真正心脏、灵魂以及他的真正主人。所有这些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我们研究耶稣会的誓言时，这就显得不那么不可思议了。我们必须明白，这些人已经为自己的意志死去，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应该的样子。我们再也没有生命了，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了，也在他里成为隐藏在神里的。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我们也要一同与他在荣耀中显现。我们需要学会为自己死去，把生命当作无有。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遵行主的旨意。当他用完我们时，让我们就此死去。耶稣会士就是这样做的，但他们是为魔鬼而做，所以他们完全被自己的个性所榨干，按照指挥官的命令去做，完全听从命令。没有不听话的耶稣会士，他们都在受命令。他们已经接受了15年的训练，他们是士兵，他们更像是海军陆战队，而不是海军陆战队员。海军陆战队是以耶稣会的秩序为模型建立的。在新兵训练营里，你会打败这个人，剥夺他的人格，剃掉他的头发，给他穿上同样的衣服。他们都受到一样的对待，都被当作尘土般对待。我们要剥夺你的意志，你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这一切就是耶稣会的核心思想，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根据命令，他们会杀了你我，他们自己，他们的母亲，做任何被命令做的事情，他们都会去做。今天我们要摧毁911事件，先生们。好吧，根据命令，我们要做什么？按哪个按钮？我需要在里面还是在外面？是什么？这就是他们会做的。今天我们要摧毁五角大楼，我们要炸毁亚利桑那州，就像1941年的珍珠港一样。好的，我会去那里的。我的命令是什么？他们都在听命令。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哪个国家能有耶稣会存在的原因。他们必须被驱逐出去，所有通过他们工作的代理人也都必须被驱逐出去。18120年，亚历山大一世沙皇正是这样做的，他将所有耶稣会成员驱逐出俄罗斯。1822年，他关闭了所有共济会会所。1825年，他被毒死了。所以这就是耶稣会的心态。我们必须阅读精神修炼，我们应该阅读他们的一些作品。我们需要了解耶稣会关于弑君主义的教义。杀异端不是谋杀，谎言、欺骗和偷窃都是可以的。杀死你的敌人是可以的，杀死与你通奸的女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他想告发你，你可以杀了他。在他们的教规中，这些都没有问题。偷窃也是可以的。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糖果店，他们可以偷走一切，集中于耶稣会的力量之下。如果这意味着要杀死国王或沉没船只，甚至导致他们自己的死亡，也是可以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上帝的更大荣耀和荣耀的喜悦。当一位耶稣会神父被提拔到高位时，他会宣誓所谓的耶稣会极端誓言。这个誓言被称为第4誓或谢誓。除了传统的贫穷、贞洁和服从誓言之外，加入耶稣会的人还必须宣誓。极端誓言的副本可以在国会记录中找到。我想向你朗读一份声明，这是耶稣会的誓言。他说，这是耶稣会的誓言。我进一步承诺并声明，我不会有自己的意见或意志，无论是出自洛约拉的灵魂操练，还是任何心理保留，无论是如尸体或遗体般，但我会毫不犹豫地服从上级给予的每一个命令。在教皇的民兵中，我进一步承诺并宣誓，我将按照指示进行不懈的战争，消灭和铲除全世界的新教徒和自由思想者。我不会在年龄、性别或地位上手软。我将绞死、焚烧、毁灭、煮沸、剥皮、勒死并活埋这些臭名昭著的异端，撕碎他们妇女的胃和子宫，用墙砸碎他们婴儿的头，以彻底毁灭他们可憎的种族。然后他继续，重点在于，在耶稣会的整个历史中，他们会射杀、焚烧、剥皮，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摧毁任何人。谁在阻碍他们的所作所为？2009年，耶稣会总会被质问关于誓言的事情。
你的耶稣会高中誓言中有一句话，我认为是这样写的。他说：此外，你们承诺宣称，我们将在第一机会，任何时候都将对异端、新教徒、自由派挑起战争。看到了吗？还有，你无论年龄、性别或情况都不会放过，我会绞死、浪费、煮、剥皮。你从未见过吗？没有，我从未见过。勒死、活埋，太可怕了。我还以为，你看，这在国会记录里。非常感谢，感谢你的到来。耶稣会的誓言和活动反映了什么基督教的吗？还是如耶稣所说的那样，当心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来到你们面前，里面却是贪婪的狼。我们还知道关于耶稣会的什么呢？在过去的500年里，他们被驱逐出了83个国家。没错，83个国家已经将他们逐出了境。为什么有必要将他们驱逐呢？一句话，就是为了权力。耶稣会历史上一直，他们试图接管并控制他们居住的每个国家。自1540年起，耶稣会的势力不断壮大，直到他们掌控了教皇、天主教会以及世界上的许多政府。1773年，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开始驱逐耶稣会士出境，这最终导致耶稣会在1773年被取缔或废除。在那一年，克莱门特14世教皇正式永远解散了那个组织。这个天佑的行为使得一个基于宗教自由的国家得以建立——美国。在耶稣会被镇压的同时，发生了美国独立革命。许多人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上帝的旨意。我认为对耶稣会的镇压是天意，因为如果没有耶稣会的镇压，就没有成功的美国革命。句号。我们必须明白，欧洲的新教徒和洗礼宗徒已经受到迫害超过200年，他们向主呼喊，寻找一个可以崇拜他、寻求他的面、服从他的话的地方，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因此，主回应了他们的祈祷，打开了北美洲的大门，让他们进入。在17世纪，但最终为了获得一个能保护他们权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良心自由、自卫自由的政府，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权利法案和当然的美国宪法的政府。因此，若没有对耶稣会的镇压，我们就无法从欧洲逃往北美。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让我们可以根据良心的指示崇拜上帝。当美国人正在制定和建立一部由新教原则统治、宗教自由盛行、人民拥有持枪权、拥有公平审判权等原则的宪法时，耶稣会被废除。如果耶稣会在1773年没有被废除，当他们看到西半球崛起的一个新教国家时，耶稣会不仅会利用他们在美国革命中所利用的英国，还会利用法国、利用西班牙、利用葡萄牙。因为那些都是天主教国家，他们会利用这些国家来摧毁这个日益壮大的新教国家，这个国家就永远无法建立起来。耶稣会的权力和影响力大大削弱之后，他们无法阻止美洲殖民地建立一个新教共和国。也就是说，耶稣会他们没有能力像1588年用西班牙舰队对英格兰进行十字军东征时那样对抗新成立的新教共和国。但耶稣会有一张底牌，许多开国元勋
都是自然神论者和自由石匠。他们参加教会礼拜，并公开崇拜圣经的上帝，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相信奇迹或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的上帝是宇宙的伟大设计师，而不是圣经中的上帝。托马斯·杰斐逊甚至自己制作了一本圣经，把他认同的经文剪辑出来，粘贴到一本空白的书中。杰斐逊相信的经文是关于耶稣谈论道德和爱人的部分，而奇迹，比如童贞女受孕或耶稣复活，则被省略，因为被认为是预言。共济会成员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潘恩对于圣经中那位神圣的行奇迹的耶稣几乎不予理睬。托马斯·潘恩，《常识》一书的作者，曾写过一本名为《理性时代》的书。在书中，潘恩表示，耶稣基督没有自己写过任何关于自己的记录，关于他的历史完全是其他人所著。至于关于他的复活和升天的描述，这是他出生故事的必然对应。记录他的人，在以超自然方式将他引入世界后，也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使他离开世界。因此，当需要创建一份能够将这些殖民地合并为一个国家的文件时，耶稣会士们提出了许多人喜欢的一个想法，这被称为宗教自由。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将允许所有宗教在美国存在，而不仅仅是以新教圣经为基础的宗教。在新的美利坚共和国中，天主教被允许与新教教派以及理性主义的共济会共存，但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徒被允许像其他公民一样投票。这一点至关重要，稍后我们会看到，当他们的数量增加时，天主教徒可以让其他天主教徒或对他们同情的人掌权，并从内部改变国家。革命战争之后，天主教徒的投票权确实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宪法的签署者之一是天主教徒，只有一位，卡洛尔先生。不过，这仍然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天主教徒可以来到这里，而新教徒也可以享有宗教自由的地方，这完全荒谬。天主教人士被神父们利用杀害我们，已持续了几个世纪。那么，为什么不留在欧洲呢？他们被耶稣会利用来到这里，最终夺取政治权力，然后让北美屈服于教皇的脚下。转向美洲殖民地的事情，让我们花点时间调查一下耶稣会在他们被镇压后，在欧洲都在做些什么。正如我们所猜测的，耶稣会并没有闲着。他们决定对那些背叛他们的人进行报复，特别是叛逆的教皇和欧洲的天主教君主。1774年，也就是耶稣会被永远解散的一年，教皇克莱孟14世取缔了耶稣会，没过多久他就被毒死了。毒药在这些人中是件大事。教皇克莱孟曾宣称：“我早知他们会毒死我，但我没想到会以如此缓慢而残忍的方式死去。”对他的尸体进行验尸后，发现了毒药。因此，耶稣会自行清除了一位令人头疼的教皇。对欧洲天主教君主的复仇以较不明显的方式进行。聪明的是，耶稣会决定不以自己的名义行动，而是选择通过代理团体来进行，让他们为自己的复仇承担责任。这样，耶稣会依然会看似已被解散，无涉任何相关事宜。耶稣会使用的第一个前线组织叫做光明会。光明会由一位耶稣会教授亚当·维绍普特于1776年5月1日在巴伐利亚组织成立，距离耶稣会被解散只过了3年。许多资料只是随意提及维绍普曾是耶稣会士，而且通常说他是前耶稣会士。实际上，维绍普从未离开过该组织。至于该组织本身，他从未真正解散。在巴伐利亚，1776年，
由亚当·韦绍普创立的光明会，随后被耶稣会利用，以继续耶稣会的工作。以另一个名字，魏绍普从未否认过耶稣会，这是被许多受教皇操控的阴谋史学家所谎称的谎言。他们试图制造这个光明会和耶稣会之间的二分法。永远不要相信他。魏绍普是在上级的命令下行动的，当时的上级是李奇，后来是另一位上级。然后魏绍普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结盟。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罗斯柴尔德家族、红色盾牌，在我们所知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动荡时期，成为了耶稣会的遗行家。因此，耶稣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联盟，这些高级共济会犹太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面对它，并在今天与之打交道。此外，巴伐利亚是耶稣会的根据地。纽伦堡曾有一个巨大的宗教裁判所刑讯室。很有趣的是，纳粹的纽伦堡审判竟在这里举行。而且，光辉会的原则、组织的运作方式，正是耶稣会的原则。这在内斯塔·韦伯斯特所著的《秘密社会》一书中有所体现。1814年，弗朗索瓦·查尔斯·德·贝尔西姆报道了德国的秘密社团，并指出最古老且最危险的协会就是被普遍称为光明会的组织，其成立可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巴伐利亚是其摇篮，据说其创始人包括耶稣会的几位首领。通过光明会，耶稣会试图接管各种强大的秘密社团，尤其是共济会的高级别。如果你研究世界上的所有不同组织，无论是马耳他骑士团、贝德伯格集团、罗马俱乐部、对外关系委员会，当你研究所有这些不同的团体时，马耳他骑士团也会被包含在内。你发现他们就像一个缓冲区，耶稣会组织在其背后运作。在他的著作《阴谋的证据》中，约翰 ·T. 罗宾森写到关于共济会的秘密结社。那时是1798年，耶稣会干涉相当严重，渗透到这些秘密结社中。罗宾森接着说，这个社会以善于伪装成各种形式，以及利用一切可能提升秩序的力量和影响的手段而闻名。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绝不是没有希望重建罗马教会在英国的统治。与光明会和更高等的共济会一起，耶稣会煽动了对那些曾反对他们的君主的破坏，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后来也是如此。与拿破仑·波拿巴共同参与法国大革命，由耶稣会发动，利用大东方共济会和苏格兰里共济会在英国的力量，目的是惩罚欧洲的天主教君主，收回梵蒂冈帝国的控制权，从教皇手中夺回梵蒂冈，拆散英国的殖民地，推翻新教英国。他们同时在做几件事。记住，耶稣会士是伟大的黑格尔主义者，他们可以同时沿着10、20、50条不同的思路思考，并将它们全部协调起来。所以，要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以辩证的方式思考。我们永远不能线性思考。所以，法国大革命的首要目的是惩罚欧洲的天主教君主。事实也是如此。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砍下了路易16的头，路易15的孙子？我们将教你们法国的布尔曼人，你们在镇压耶稣会时惹恼了他们。然后我们将斩首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她是玛利亚·特蕾莎的女儿，是哈布斯堡家族的。所以我们要惩罚你们哈布斯堡家族。你们镇压我们，我们就用我们的雅各宾派砍下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头。然后你们葡萄牙的布拉干萨家族，我们将用拿破仑把你们赶入流亡。他们确实做到了，不得不前往南美洲。你们西班牙的波旁王朝，
我们也要把你们流放到国外。我们要让拿破仑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小型的香蕉共和国。还有马耳他的骑士们，你们竟敢在1768年把我们赶出马耳他的岛屿，我们要给你们一个教训。所以他们带着拿破仑和他庞大的舰队到这里，夺取了骑士团所有的宝藏和武器，以便在入侵时使用。关于埃及，在那段时间，耶稣会利用拿破仑杀死所有马穆鲁克人、埃及哈里发的保镖，所以他们现在正像今天一样向伊斯兰教宣战。随着拿破仑的作用结束，耶稣会让他背叛士兵，与俄罗斯开战。就像许多美国的开国元勋一样，法国士兵非常具有民族主义精神，他们将成为耶稣会未来计划中的一个问题。在俄国战败后，拿破仑被迫退位。隐秘的工作，耶稣会确保他被作为备用，以备需要。因此，拿破仑被送往厄尔巴岛，并获得每年200万法郎的养老金。然后，在1814年8月7日，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教皇庇护11世恢复了耶稣会的秩序。耶稣会在1814年由教皇庇护7世颁布的教皇法令中复兴，重新恢复了他们的存在。对耶稣会的镇压本应永远持续，但实际上只持续了41年。美国前总统约翰·亚当斯在1816年给托马斯·杰斐逊写信，谈到耶稣会的重生以及他们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亚当斯坦率地指出，我不喜欢耶稣会的复兴。他们现在在俄罗斯有一位将军与美国的耶稣会保持联系，而美国的耶稣会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要多。我们难道不会在这里看到一大群他们披着只有吉普赛王才能假扮的各种伪装，打扮成画家、出版商、作家和校长吗？我最近又重新读了一遍帕斯卡尔的信件以及《耶稣会士传》的4卷。如果任何一群人能在地上和地狱里赢得永恒的灭亡，那就是洛约拉的这群人。杰斐逊回复艾莫尔斯，他也反对耶稣会的恢复，因为这意味着从光明退步到黑暗。巧合的是，该组织的恢复发生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第一次举行前1个月。耶稣会士们在这次会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天，欧洲的君主们开始相互争斗时，耶稣会士们操纵局势，使拿破仑得以再次登场，进行著名的百日。聚集在维也纳的君主们为了应对这一新威胁，迅速达成了协议。耶稣会士们巧妙地操控着事件的展开，就像一场国际象棋比赛一样。再次需要记住，耶稣会从未想要废除国王，耶稣会只想惩罚那些镇压该会的人。1815年3月，在维也纳会议结束9天后，拿破仑率领他那些反对君主制的爱国者军队，攻击了滑铁卢英国军队的错误地点，从而被击败。滑铁卢战役被拿破仑故意输掉，正如我们伟大的所解释的那样。南方将军托马斯·乔纳森·斯通沃尔·杰克逊在检视战场时，你可以在达布尼的伟大著作中找到这点。他为斯通沃尔·杰克逊写的传记《斯通沃尔·杰克逊的生平与时代》。当杰克逊到那里时，他说拿破仑从错误的位置发起了攻击，他本应从这边发动攻击，这正是发生的事情。拿破仑故意在滑铁卢牺牲了他的军队，以便法国抵抗路易18国王回归的真爱国者最少，有些立即恢复了耶稣会和宗教裁判所。耶稣会不再需要拿破仑，便确保他被送往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在那里他被投毒，于1821年去世。在他的回忆录中，拿破仑坚持对天主教会的忠诚。但他对耶稣会这么说：耶稣会是一个军事组织，而不是一个宗教团体。他们的首领是军队的将军，
而不只是修道院的副方丈。这个组织的目标是权力，最专制的权力、绝对的权力、普遍的权力，能够通过一个人的意志来控制世界的权力。我们已声明，耶稣会与维也纳会议密切相关。表面上，这次由耶稣会主持的欧洲君主会议旨在重组欧洲、恢复力量平衡以及讨论建立欧洲联邦。根据作者伯克·麦卡蒂的说法，维也纳会议和其他几次秘密会晤实际上是针对民主体制的黑暗阴谋。宪法签署后，美国实行新教原则。进入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在欧洲爆发，在俄罗斯进行，但最终拿破仑战争结束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在奥地利维也纳召集会议。主持这个会议的人是奥地利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俄罗斯在那里，英国在那里，法国也在那里。他们都来到维也纳，讨论一个世界上的大问题。那个时候，人民的政府为人民、由人民、为人民建立的政权正在建立中。这些欧洲的君主和教皇本身、教皇庇护七世，以及在1814年新成立的恢复的耶稣会，他们都齐聚一堂，并表示，如果不摧毁这些自由民主体制，最终这些政府的原则将会吞噬我们。因此，在维也纳会议上，人们进行了投票。他们将追求摧毁这个世界上任何自由政府的目标。而在1814年，唯一阻碍他们的政府是美利坚合众国。维也纳会议8年后，同一批人又在意大利的维罗纳举行第2次会议，讨论美利坚合众国以及人民政府的威胁。为了后世的记载，1916年4月25日，美国国会参议员罗伯特 ·L. 欧文在国会记录中公布了由欧洲君主签署的秘密威尔贝尔特条约。这些欧洲国王在教皇的控制下自称为圣盟。第1条款规定，缔约各方郑重承诺将共同努力。为了终结这种代表制政府体系，第3条特别感谢教皇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并请求他在他们征服各国的计划中给予持续的合作。现在，维罗纳条约是欧洲天主教君主国与梵蒂冈之间的一项协议，旨在摧毁全球范围内的代表政府概念。塞缪尔 ·B. 摩尔充分证明，梅特涅、耶稣会以及庇护七世教皇都一致认为，他们摧毁美国的方法是尽可能将大量天主教移民送到美国海岸。因此，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被送往美国。成千上万的天主教神父和许多耶稣会合作伙伴被派往美洲接管并破坏这个政府。条约于1822年11月22日在意大利的维罗纳由奥地利的梅特涅、法国的沙托布里昂、普鲁士的伯恩施泰特以及俄罗斯的内谢尔罗德签订。阅读秘密条约后，奥文斯参议员指出，秘密威望条约中对美国共和国中的人民政府的镇压威胁是门罗主义的基础。这个秘密条约
明确提出了君主制政府与人民政府之间的冲突，以及少数政府对多数组织的对抗。因为在1814年和1822年的维也纳和威旺会议上，曾经有一位英国政治家出席了那2次会议，他的名字是乔治·坎宁勋爵。在伯克·麦卡蒂的书关于林肯遇刺的被压制的真相中提到，乔治·坎宁曾警告过美国政府有关当时发生的事情。坎宁，我曾与一位名叫约翰·昆西亚·亚当斯的男子联系，他当时是一名国会议员。他写信给亚当斯说，欧洲的君主、教皇和耶稣会在策划摧毁美国。昆西亚·亚当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当时的总统，名叫吉姆·门罗的人。我们认识他是詹姆斯·门罗。詹姆斯·门罗收集了这些信息，写信给当时仍然在世的一位前总统。那个人的名字叫汤姆·杰斐逊，他正退休在蒙蒂塞洛。杰斐逊回信给门罗，他说：“这对美国来说是自革命以来最大的侮辱。”他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反对并阻止由欧洲君主、教皇和耶稣会组织建立的这场神圣联盟。”在他给门罗的信中，1823年，杰斐逊说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反对任何人干涉他国内政、公然践踏国家权益的行为。这种行为由拿破仑开始，现在由自称神圣的无赖联盟延续。美国对这2次大会的回应是詹姆斯·门罗发表的国情咨文，称为门罗主义。他告诉欧洲列强：“你们待在那里，你们在欧洲打你们的战争，我们待在这里。如果你们在西半球殖民，我们会视为战争行为。”那就是门罗主义。但在我们今天的历史书里，未曾提及教皇和耶稣会的角色。要摧毁美国，我们今天的书中没有关于这个的内容，但这就是为什么门罗主义被写成的原因。耶稣会在1825年在意大利的切里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应对新教国家的策略。13名耶稣会士在这个秘密会议中聚集。未知的是，旁边的图书馆里有一位名叫莱奥尼的年轻新兵。莱奥尼，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开始记下所听到的内容，以流传后世。1848年出现了一份英文翻译。莱奥尼所听到的不仅仅是耶稣会策划的全球统治计划和异教徒的毁灭，尤其是新教美国的异教徒。至于耶稣会的世界政府计划，你也清楚，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全球帝国。至于他们秘密工作的计划，让我们宁愿选择一场秘密战争，虽然不那么光彩，但更能确保为我们带来优势，让我们远离过多的光明。至于教皇，也被称为基督的代表，我们可以说，上帝旨在灭绝那些顽固拒绝融入教会统一的所有民族，就像迦南人一样。耶稣基督的牧师被任命在适当的时机执行这些审判。至于不加入罗马的新教徒和非罗马天主教徒，我们有一个值得欢喜的消息：我们心底珍视这个原则，凡是不能与我们合一的，必须被消灭。因此，新教必须彻底废除。关于圣经，
然后那条蛇，它抬起头，眼睛闪烁着火焰，用毒液威胁着我们，同时拖着身子在地上爬行。只要我们能够抓住它，它就会再次变成一根杖。我们用它会刺伤这些变得顽固不化的法老和他们狡猾的巫师什么样的伤口呢？门罗主义于1823年获得批准。意大利基亚里举行的耶稣会会议是在1825年举行的。1年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在同一天去世。这2位前总统和宪法的捍卫者于1826年7月4日去世。这2位对于美国诞生至关重要，又是神圣联盟、梵蒂冈和耶稣会的敌人的人，在同一天去世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去世的那天是独立宣言通过的50周年纪念日。前总统没有进行尸检，大家认为他们是自然死亡。另一个奇怪的巧合是，詹姆斯·门罗在1831年的又一个7月4日去世。门罗在1825年卸任，6年后据说死于结核病。应注意与砷中毒相关的症状，如呼吸困难、喉咙干燥紧绷、抽搐和灼热的疼痛，类似于结核病的症状。乔治·摩根在他的著作《詹姆斯·门罗的生平》中评论了这些奇异的情况。摩根指出，由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在5年前的4日去世，门罗的去世更增添了令人惊奇的色彩。好像天上的力量察觉到这些凡人特殊的爱国心，并将他们转化。那天上的力量不是来自天堂，也不是善意的吗？也许这股力量对这些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并不像喜悦那样，而更像是怀有报复的目光。正如耶稣会誓言所明确指出的，耶稣会誓誓言要进行并发动无情的战斗。我被指示暗地里或公开地对所有异端、新教徒和自由思想者进行镇压，消灭他们在整个地球上的存在。当不能公开进行时，我将秘密使用毒药、绞索、匕首的钢铁或铅弹。还有人甚至指出，乔治·华盛顿在1799年的突然去世非常可疑。有证据表明，耶稣会在内战之前暗杀了几位美国总统。他们暗杀的第一位总统是乔治·华盛顿。据说他被炭疽毒死。他的3位随诊医生中有1人是幕后黑手。记住，从他生病到去世只不过2天到2天半的时间，根据赫德利的巨著《华盛顿传》的记载。因此，他是被谋杀的。有证据表明，耶稣会在内战之前曾试图暗杀几位美国总统。他们暗杀的第一位总统是乔治·华盛顿，他被炭疽中毒。在他3名随行医师中，有1人就是幕后黑手。记住，根据海德利的伪著《华盛顿的一生》，从他生病到去世仅仅用了2到2个半天的时间，所以他是被谋杀的。为什么耶稣会想要杀死乔治·华盛顿？像杰斐逊、亚当斯和门罗一样，华盛顿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并警告不要受到外国的影响。他倡导中立政策，避免欧洲联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华盛顿重复了他的孤立主义政策。这篇演说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都刊登了。华盛顿写道：我们的政策是不与任何外国部分建立永久联盟。除了这个避免外国联盟的告诫外，华盛顿还声称美国应远离外国影响。针对外国影响的阴险诡计，
我恳请你们相信我，人民的嫉妒心应该时刻保持警觉。除了公开表达的这些观点之外，华盛顿还迅速采取行动，用15000名军队镇压了1793年由雅各宾派激发的威士忌叛乱。发动叛乱的是法国驻美大使埃德蒙·吉纽和在美国兴起的革命民主俱乐部。吉纽和民主俱乐部与法国的雅各宾俱乐部联系在一起。在他的著作《世界革命》中， Nesta Webster 说，这些雅各宾俱乐部是由革命委员会在巴伐利亚光明会的直接启发下组织的。耶稣会创造了光明会，因此通过美国的民主俱乐部发挥作用。华盛顿在镇压威士忌叛乱时，从未意识到自己是在对抗耶稣会。约翰·亚当斯在华盛顿离任后成为总统。在约翰·亚当斯执政期间，与光明会控制的法国的战争被避免了，但华盛顿表示他不会拒绝国会的召唤，接管军队。此外，华盛顿支持通过了旨在保护美国免受广泛的法国雅各宾阴谋的外籍和煽动法案。因此，耶稣会复仇的目光自然集中在乔治·华盛顿身上，这一点不足为奇。华盛顿于1797年离开总统职位后，仅仅过了2年零9个月。他从1799年开始生病到去世，仅仅2天时间。与门罗去世时一样，导致华盛顿去世的症状是呼吸困难、喉咙紧缩和灼热的疼痛。华盛顿去世时只有67岁。像杰斐逊、亚当斯和门罗一样，华盛顿去世时没有进行尸检。然而，耶稣会确保他们派了一个仆人托比亚斯·利尔在场，巧妙地散布消息，称华盛顿没有在外出雪中骑马1天后脱掉湿衣服。显然，华盛顿前一天暴露在寒冷中而感冒了，并抱怨喉咙疼。利尔这么说，尽管华盛顿明确告诉他的呢大衣让他保持了干燥。根据利尔的说法，我们应该相信乔治·华盛顿，他在弗吉尔谷度过了一个严冬以及其他严酷的冬天，不知道如何在恶劣的天气下照顾自己。更可能的真相是，华盛顿反对耶稣会的计划和阴谋，并因此被暗杀，以干涉这些阴谋。其他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总统，若与耶稣会发生冲突，都会遇到不幸的死亡。例如，威廉·亨利·哈里森的短暂总统任期。哈里森于1841年3月4日当选总统，他只任职了35天。3月底，新当选的总统突然患病去世。许多人认为这是他漫长的就职演讲的结果。这次演讲在寒冷的天气中持续了2个多小时，但哈里森在演讲后一直很好。距离就职已经过去了数周，为什么哈里森被暗杀？只需看看他的就职演讲就能找到主要原因。哈里森在演讲的第4段中指出，我们不承认任何神权统治的政府，认为就权力而言，仁慈的造物主没有在男人之间做出任何区别，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唯一合法的统治权来自被统治者的明确授权。像过去的其他领袖一样，哈里森也在嘲笑圣盟，他们实行国王的天赋权力，得到教皇的认可。哈里森也不愿意将德克萨斯这个奴隶领土纳入联邦，这与耶稣会利用奴隶问题煽动和分裂南北州的计划背道而驰。与亚当斯、杰斐逊和门罗不同，耶稣会没有等到7月4日就动手除掉异端总统哈里森。哈里森在3月底被下毒，并于1841年4月4日死去。
副总统约翰·泰勒接替哈里森成为总统。德克萨斯的吞并于1845年在新总统的注视下完成。另一位在任期间突然去世的总统是扎卡里·泰勒。泰勒于1848年当选为总统。泰勒是南方的奴隶主，他不希望将奴隶制扩展到该国的其他地区。像华盛顿一样，泰勒致力于美国联盟的团结。他非常受欢迎，是一名军人。1850年，耶稣会又一次引发了关于奴隶制的危机。为防止联盟分裂，正推动妥协。泰勒不喜欢国会中达成的妥协方案。1850年7月4日，泰勒参加了华盛顿纪念碑的奠基仪式。返回总统官邸后，他身体状况良好。然后他在吃了一些生水果后生病了。有人说那是一碗樱桃。突然间他发高烧。参议员本顿评论说，他在返回总统官邸后不久就遭受了剧烈的攻击。那位粗犷而果断的男子挫败了刺客，成功与毒药抗争了5天，避免了7月4日的诅咒。泰勒总统于7月9日去世。耶稣会撤换了一位坚强且具有凝聚力的领导人，取而代之的是更易于操控的总统米拉德·菲尔莫尔。菲尔莫尔在泰勒去世仅2个月后，于1850年签署了妥协案。随着耶稣会在美国各州的煽动在1850年代达到高潮，1855年，在伊利诺伊州的一座法院发生了一场审判。这场审判将2个命运攸关的人物聚集在一起。这2个人，他们将联手对抗耶稣会士。第一个是名叫查尔斯·切内奎的反叛天主教牧师，第二个是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律师。查尔斯·切内奎不赞成他所认识的许多牧师的腐败行为。这些邪恶的牧师是酒鬼、好色者和窃贼，经常偷窃教区信徒筹集的钱财和财产。芝加哥的牧师职位非常腐败，在道德和其他各方面，我的意思是，他们酗酒严重。他们会去举行竞修，彼此募捐，把钱都放在一个罐子里，然后出去买很多酒。他们还租了很多妓女。显然，当时也有许多性偏离的行为，而他不喜欢这些，并试图改变。完全引用圣经的内容，他的主教简直无法容忍。罗马教会的负责人们想让神尼奎忽略这些非法和不正当的活动。当他没有这样做时，芝加哥的 Reagan 主教和另一位名叫拉贝尔的神父安排指控山尼奎强奸。山尼奎需要一位好律师，建议聘请一位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律师。亚伯拉罕·林肯有一支由其他律师组成的团队，就像一个普通的辩护团队一样。林肯是其中一名律师，一个叫斯蒂芬·阿尔摩尔的绅士也是律师。当时那是一个重大案件，实际上也是林肯整个法律生涯中最重要的案件。然而，这个案件被伊利诺伊州政府掩盖了。审判对山尼克来说并不顺利，普遍的感觉是他会被判有罪。当时的地方报纸猜测山尼克将被判有罪。这一消息当时在整个天主教社区中广泛传播。幸运的是，为山尼克辩护的一名证人站了出来，他叫 Philomene Schwartz。斯沃茨女士曾在谋划陷害山尼克的阴谋制定当天在拉贝尔神父的房子里。斯沃茨联系了林肯，并同意作证。他搭上了午夜的火车前往乌尔巴纳，并与亚伯拉罕·林肯会面，向他详细说明了发生的事情。一旦雷根主教和拉贝尔神父得知潜在的证人，他们便逃离了城市。检方撤销了指控，切内克得以平反。当他们离开法庭时，查尔斯·切内克流下了眼泪。林肯对他说：“你为什么哭，切内克先生？”他说：“你的特工，你的敌人都已逃跑，你可以自由离开了。”他说：“我不是为我自己哭，林肯先生，我为你哭。”
他说：“因为我今天在法庭上看到不少于11名耶稣会士脸上带着死刑判决的表情，并且可以确定他们会因为你所做的事而杀死你。”林肯说：“好吧，让这成为我的死刑令。”他给了切尼克一张仅仅$50的账单。然后林肯清醒过来，说：“人的死在哪里都无关紧要，但他必须在职责和荣誉的岗位上牺牲自己。” Shannick 对林肯的警告话语证明是正确的。耶稣会的阴谋之手在暗中操控一场旨在实现天主教会掌控下的世界的阴谋。5年后，在查尔斯 Shannick 的审判之后，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到1860年，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矛盾激化，许多南方州决定在林肯当选后脱离联盟。这场动荡一开始就旨在南北之间制造裂痕，导致一场战争，造成无数新教徒的死亡，为耶稣会重建美国成为征服工具铺平了道路。林肯没有军事背景，南方的认知，他无法发动一场战争来阻止南方各州脱离联邦。然而，耶稣会士研究过林肯，知道他将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领导者。以自己的方式，林肯会为耶稣会的目标服务。这些目标是：第一，杀死主要生活在南方的新教徒；第二，破坏宪法，尤其是关于州主权和州权的原则。一旦就职，林肯拒绝接受任何州退出联盟的权利。他也拒绝在由罗伯特·安德森少校指挥的萨姆特堡撤走联邦军队。安德森是一名共济会会员。随着紧张局势升级，受到耶稣会控制的共济会成员双方将对峙变成了血腥的战争。贝尔吉尔德将军，一位天主教共济会成员，首先向萨姆特堡开了第一枪，这并非巧合。一位长老会新教共济会会员在派遣西方之星去增援萨姆特堡时，煽动了这些炮火，而这位是梅森·詹姆斯·布坎南。詹姆斯·布坎南在派遣西方之星这艘船去加强港口时引发了战争，因为南方各州已经合法宣布脱离。同意的联合。我还想补充一点，特别在各州批准时保留其分裂权的3个州是弗吉尼亚、罗德岛和纽约。如果这3个州保留了分裂权，即撤回他们授予华盛顿的特定权利，那么其他所有州都拥有这个权利。所以，南方州有权脱离，美国北方没有权利阻止。因此，针对已脱离的南方州的攻击就是宣战。因此，这确实是北方对正当脱离的南方人的侵略战争。随着战争的推进，很明显，表面上并非所有事情都如表面所见。一再的，双方的将军们都犯了错误，错过了本可以早日结束战争的机会。这些失误中最明显的是这场冲突的第一次战斗，1861年7月21日的第一次马纳萨斯战役。林肯下令联邦军队入侵南方，为了阻止他们，南方军队由约瑟夫 ·E· 约翰斯顿准将和 P.G.T. 贝尔吉奥准将部署在弗吉尼亚。贝尔吉奥曾下令在沙门堡发射第一枪。他的家族不仅是天主教徒，还与耶稣会有关。在战斗过程中，南方军队被击退，直到托马斯 ·J· 杰克逊上校坚守阵地反抗北方入侵军。斯托恩沃尔·杰克逊的英勇抵抗为击溃入侵的联邦军铺平了道路，联邦军随即向华盛顿特区后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南方指挥官布埃鲁加尔和约翰斯坦并未追击战败的联邦军。尽管受到许多人的催促，包括斯通威尔、杰克逊、约翰斯顿和伯鲁加德，还是让败退的北方军队逃走了。如果他们追击北方军队，
南方本可以在几天内消灭敌人并结束战争。除了约翰斯顿和伯鲁加德之外，还有其他南方将军，有时似乎在与南方作对。例如，传奇般的罗伯特 ·E· 李将军，正是罗伯特 ·E· 李将军。在1863年7月3日盖茨堡战役中，谁下令进行了灾难性的皮特克冲锋？作者兼历史学家贝文·亚历山大表示，皮特克冲锋在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失败。将大量士兵穿越近1英里开阔地带，攻向驻有步枪手和堆积火炮的防御阵地，简直就是向死亡发出邀请。贝文·亚历山大接着说，坚决在盖茨堡与北方作战。在指挥皮克特冲锋时，李将军已经损失了他军队的1/3以上，并且摧毁了南方联邦的最后一次进攻力量。也是莱将军拒绝听从10强杰克逊关于南方整体战略的建议。杰克逊意识到对北方的进攻战会导致南方的失败。无论莱将军多么善于指挥战斗，他都无法通过对比南方远弱的资源赢得战争。北方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斯通沃尔·杰克逊的计划是避开北方的强大军力及其野战军，攻击北方的弱点及其无人防守的工厂、农场和铁路。杰克逊希望绕过联邦军队，间接通过攻击北方人民继续战争的意志来赢得胜利。杰克逊将此称为不屈不挠的战争。李将军从未完全接受杰克逊的观点。然而，一位名叫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的联盟将军做到了。谢尔曼从亚特兰大向海边进行的行军，进行不懈的战争，在1864年打垮了南方，预示着战争的终结。李将军是导致安提坦又称夏普斯堡战败的责任人，原因是他把命令191号藏在雪茄里，然后被北方的将军们发现。李将军是幕后操控者，不让杰克逊在对联邦军的至少4场决定性战役中获胜。这一点在贝文·亚历山大的杰作《失落的胜利》中讲述得非常好。也值得注意的是，这张38岁的罗伯特 ·E· 李与他的儿子的照片。李正在展示一种名为隐藏的手的施工手势。将这张照片与这些照片进行比较，所有人都展现出相同的共济会手势。耶稣会在18世纪末渗透了共济会，并控制了这个秘密社会的领导层，而在南北战争中服役的共济会成员对此一无所知。基本上，所有共济会成员都在为耶稣会和教皇服务。除了李将军在战场上的不作为和失误，以及其他南军将领的过失之外，有人认为南方最伟大的将军斯通沃尔·杰克逊在为期4天的切尔希尔斯维尔战役中被谋杀，李将军也是同谋。杰克逊向李提出了包围胡克军队的计划，然后我们可以从后面攻击他。李说：“好吧，继续吧。”不是说感谢上帝，是的，如果我们能击败胡克，那么我们就可以跨越波托马克河进攻华盛顿。因为这只是所需的一切，我们差一点就能保持自由。但因为李将军与胡克勾结，而且在战场上有耶稣会的观察员，就像在格底斯堡一样，所以李将军和 A.P. 希尔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因为 A.P. 希尔非常讨厌杰克逊，杰克逊曾下令逮捕 A.P. 希尔。这位是 A.P. 希尔将军。杰克逊将军因不服从被亚伯拉罕 ·P. 希尔将军逮捕，希尔因此憎恨他。于是这成为希尔报复的机会。希尔正好有一名下属将军可以被用来对杰克逊开火。于是杰克逊安排他的士兵呈钩形包抄，并告诉他们，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停下来，你们直冲联邦营地。发生的事情是 A.P. Hill 的将军停下了整个行动。
所以一切几乎陷入混乱。最终，这个家伙被说服了，继续前进。所以到这个时候，他们正失去宝贵的时间。尽管如此，这是一场溃败，但不像可能的那样彻底失败。杰克逊意识到事情出了很大问题，他现在被 APTL 背叛了，也被这个其他的下属背叛了。所以在晚上，杰克逊正在侦查，试图看看该怎么做。他被自己的部队射中了。我在我的书中展示，这是一场阴谋，因为那里的某些人，杰克逊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南方邦联的军官，而杰克逊以前从未见过他们。所以杰克逊受伤了，但并非致命。他在流血，而且出血很严重。但发生的事情是，麦奎尔少校医生被叫去协助他。医生随后将他从战场上带走，截断了他的手臂和左臂。杰克逊开始康复，但李命令让这位医生将他带离战场。杰克逊说：“我们的士兵需要我们的医生，为什么要剥夺我们受伤、垂死的士兵这个宝贵的医生？我正在好转。”但哦不，李下令前往几内亚站带走杰克逊。于是杰克逊，他被带到那里，他开始恢复，他正在与医生交谈，问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诸如此类。医生把他带到几内亚车站，把杰克逊带走，离开主房，把他带到这个只有医生和他自己才能进去的小棚屋里。就是在那里，这个肮脏的共济会会员亨特·麦奎尔，我相信是在星期三或星期四用毒药毒死了杰克逊。然后杰克逊的妻子能够过来，他见到了他，但杰克逊身体不好。他的手臂，那个著名的照片是他手臂被截肢的，但你实际上看不到。袖子还在，但他第一次被下毒了。然后星期五或星期六，他被下了最后一剂毒药，无法生存了。于是医生给他下了毒。他的妻子朱莉在哀求，向医生恳求：“医生，你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吗？”于是他死了。随着杰克逊的死亡，杰克逊中毒，邪恶的亨特·麦奎尔也毒害了杰克逊的得力助手，他也是一名牧师，桑迪·彭德尔顿上校彭德尔顿，他也被毒害了。所以耶稣会正在忙着利用这个医生来消灭真正的南方联盟领导层，李将军也是其中的参与者。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斯通沃尔·杰克逊阻碍了耶稣会的计划，因此必须被消除。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注意一个名叫詹姆斯·克拉克的人。克拉克于182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毕业后，克拉克被派往路易斯安那州。在服役1年后，詹姆斯·克拉克辞去了他的军官职务，并皈依天主教。1844年，克拉克成为第一位加入耶稣会的西点军校毕业生。之后，克拉克在乔治城大学教授数学和科学。他成为了圣十字学院的校长。据说，克拉克对他那些前同学的事物非常感兴趣。这些前同学究竟是谁呢？除了罗伯特 ·E. 里和约瑟夫 ·E. 约翰斯顿之外，还可以将杰斐逊·戴维斯列入这个名单，因为戴维斯比克拉克早1年毕业。至于这些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之间有什么联系，只能猜测。但在内战期间，一个耶稣会士与里、约翰斯顿和戴维斯保持联系，这令人惊讶，甚至有些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南方联盟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在1863年的活动。新教徒杰斐逊·戴维斯开始与天主教教皇通信。彼得9世教皇在此时完全受到耶稣会组织的控制，因为他在第一次成为教皇时不在他们手中。他写信给杰斐逊·戴维斯，承认他为美国总统。在格底斯堡战役之后，戴维斯政府与梵蒂冈之间进行了许多通信。戴维斯政府向教皇求助正式援助和承认，最终教皇庇护9世给予了他。戴维斯对天主教并不陌生，他曾在肯塔基州斯普林菲尔德附近由多明我会运营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学院学习2年。
他是学校里唯一的新教学生。有趣的是，年轻的戴维斯曾试图成为天主教徒，但被鼓励保持新教身份。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天主教会会拒绝一个皈依者？天主教会是否有为戴维斯策划的更能充分利用他的计划？仍然是新教徒吗？战争结束后，戴维斯收到了一幅教皇的肖像。一位曾孙说，这样的礼物之前从未赐予过除王室成员之外的人。李将军也有自己的教皇庇护九世的画像，并指出教皇是欧洲唯一承认我们可怜的邦联的君主。这就是这些邦联领袖的态度。那些容易被愚弄或心甘情愿配合耶稣会计划的男人，正是这些人引导南方的新教徒走向一场他们无意赢得的战争。韩国、越南和海湾战争的阴影令人联想。应记住，尽管梵蒂冈表面上假装支持南方，但实际上教皇政权根本不站在南方一边，那是罗马公开但虚假的政策。那是教皇站在南方的一方。不幸的是，山尼克在他的书中相信了这个错觉。罗马的秘密但真实的政策是，罗马完全站在北方激进红色共和党的一边。斯蒂文斯、萨姆纳、约翰姆名单还在继续，因此耶稣会士们做了一场表演。他们在南方策划，以制造更多的敌意，使北方新教徒反对南方人，因为教皇倒向南方，反对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希望彻底消灭南方新教徒。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联邦军队。林肯失望地发现，南方将军身上所真实存在的情况，也同样在他的北方将军身上存在。他们除了对联邦和林肯之外，还有其他的忠诚。格兰将军乔治·麦克勒兰未能充分利用他那大大超过对手的军队，在多次战斗中击败南方联盟将军里，最著名的是在安地坦战役中。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指出，麦克勒兰一度将两支军队保持在后备状态，而这两支军队实际上比里的全部军队还要大。麦克勒兰不愿将后备力量投入战斗的原因是，就像以前的战斗一样，他相信自己人数不足。还应指出的是，麦克莱兰是自由石将。必须问一句，麦克莱兰到底是在听林肯的，还是在听耶稣会总监的？早些时候，我们提到过李将军在盖茨堡战役中对皮克特将军的灾难性命令。在同一场战斗中，联邦将军乔治·美德让李将军逃脱。美德是天主教徒。在格底斯堡之后，由于一位耶稣会士骑马进入了天主教将军米德的营地，李将军得以逃脱。而天主教米德拒绝追击李的军队，只没收了一门炮。当时南方完全可以在那一刻被击败，就不会有1863年至1865年的强奸、掠夺和劫掠。从亚特兰大到萨凡纳，没有将谢尔曼将军毁灭，也没有烧毁新教的哥伦比亚。南方4个被摧毁和掠夺的新教州是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那些州被掠夺了。新奥尔良在野兽巴特勒手下，但罗马天主教路易斯安那州并没有受到迫害。但是，正是那4个关键的新教南方州成为战争的对象。如果不是让李有机会逃跑，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山尼克在他的书中写道，耶稣会士骑马来到营地，并与米德交谈。因此，这是一场针对南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浸礼会人的战争，由北方的将军们格兰特、谢里丹、舍曼以及所有那些人发动的。这些可比的罪犯，他们带来的联邦强盗和天主教爱尔兰人，试图在这里偷走南方的所有财物，并强暴被奴役的南方黑人妇女。这是一场如此严重的掠夺，
以至于许多黑人男子带着妇女逃入沼泽，以保护他们免受这场北方人的劫掠。这是一场彻底的南方人民的盗窃和偷窃行为。尽管双方行为都很奸诈，1865年4月9日，莱特将军在弗吉尼亚的阿普马托克斯法院村向尤利西斯 ·S. 格兰特将军投降其南方联盟军。2天后，4月11日，林肯发表了一次关于战后美国的演讲。在演讲中，林肯以和解的态度对南方各州发表了讲话。让我们都加入到恢复这些州与联邦之间正确的实际关系的行动中去，他们从未脱离过联邦。这些话加上林肯在1863年11月宣布的对所有南方人的大赦，向我们表明总统并不寻求对南方进行进一步的报复或惩罚。然而，罗马和 Holy Alliance 并不希望对南方实行大赦。回到那些憎恨的宪法，里面充满了来自圣经的周全和自由。林肯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现在是他的离开的时候。林肯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以为自己实际上在拯救联盟，因为他想让南方各州以他们离开联盟时的地位重新加入。这实际上会破坏耶稣会的目的，即通过将所有州合并成一个帝国。为了确保彻底的混乱，耶稣会决定林肯不会是唯一的目标，所以他们制定了这个计划，不仅要暗杀亚伯拉罕·林肯，还要暗杀整个政府。南方输掉了内战，所以他们打算除掉亚伯拉罕·林肯、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北方军司令尤利西斯 ·S. 格兰特、国务卿威廉·苏厄德全部在同一个夜晚。1865年4月14日，也就是李将军投降后仅仅5天，阴谋者发动了袭击。亚伯拉罕·林肯在福特剧院看戏时被枪击，他于第二天，即4月15日上午7点22分去世。国务卿苏厄德在他的家中遭到袭击。刺客路易斯·佩恩，他多次刺伤苏厄德并逃跑。奇迹般的，苏厄德从伤势中康复了。副总统约翰逊的刺客乔治·阿瑟罗德在最后一刻失去了胆量，逃离了现场。而格兰特将军则在当天早些时候离开城镇，去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避免了遇刺。但这些刺客是谁？大多数人都知道约翰·威尔克斯·布斯，他是扣动扳机杀死林肯的人。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大多数阴谋者都是天主教徒，甚至布斯也皈依了天主教。在他策划刺杀林肯时，很明显，约翰·威尔克斯·布斯虽然是黄金圈骑士成员，他还在华盛顿的一位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妇女玛丽·苏拉特的家中会面，这正是在他家中策划了刺杀林肯的阴谋。华盛顿的耶稣会成员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背后掌控这一阴谋的耶稣会成员是伯纳迪娜·F. 维格特。耶稣会士处于一种引导的潮流中，他们并未直接涉入，他们只是其中的元素，是为此做准备的智力元素。亚伯拉罕·林肯的案例，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是被耶稣会单独杀害的，但当时并没有直接牵涉到耶稣会士。尽管如此，仍然是耶稣会士在幕后策划、谋划他的暗杀，准备并训练那些要杀他的人。他们安排好了。是的，刺客们也是南方人，但他们首先是耶稣会刺客，也是被称为教皇的外国独裁者的特工。在阴谋者中有玛丽·苏拉特的儿子约翰·苏拉特，他的故事通向罗马教皇宫的门前。最终有4人被绞死，其余的人被判入狱，刑期长短不一。布斯在一座谷仓被杀，但关于苏拉特的故事非常精彩。刺杀事件后，苏拉特逃往加拿大，
南方政府在蒙特利尔设有一个内阁，因此他首先去了蒙特利尔。在蒙特利尔会见苏拉特的有2位神父，他们把他藏了大约6个月。与此同时，政府到处寻找这个家伙，这就像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追捕行动，但他们找不到他。而他就坐在蒙特利尔郊外的一个小镇上，被神父保护着。耶稣会幕后策划了这次暗杀，他们控制了苏拉特。苏拉特打电话给福特剧院的时光之家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开枪了。警卫秘密服务的警卫本应该守卫林肯办公室的入口，但他恰好离开了岗位，而且从未因此受到惩罚。因此，刺杀事件发生了。瑟拉特逃到加拿大，又被带到利物浦，然后从那里被带到罗马。他加入了教皇的野战军。在1867年，他被另一位天主教徒发现。是谁揭露了关于他的真相？然后他被带回美国并接受审判。他经历了2次审判，因为天主教徒对他们的神父和教规法比对国家更忠诚。当一名天主教徒在陪审团中时，他们可以罢免陪审团，让凶手逃脱。这就是约翰·苏拉特的遭遇。由于苏拉特事件的缘故，以及教皇不允许新教教堂进入罗马市的政策，1870年，美国与梵蒂冈断绝了外交关系。但即使与美国断交，耶稣会仍取得了巨大胜利。首先，数十万新教徒丧生；第二，南方大片新教地区被夷为平地；第三，用武力逼迫南方留在联邦，对宪法和自由的理念造成了严重打击。最后，林肯被杀，耶稣会为他干预切内克审判以及试图将共和国恢复到战前状态的行为报了仇。更糟糕的是，耶稣会控制着国会中的激进共和党人，比如查尔斯·孙纳尔以及德爱多斯·史蒂文斯 （Thaddeus Stevens） 于1868年成功通过了第14修正案。第14修正案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公民——美国公民，而在此之前，一个人的公民身份是其出生所在的州的公民。现在，公民身份已上升到国家层面。表面上，这种新公民身份的创建是为了帮助解放的奴隶，但实际上，这是一项允许联邦政府剥夺人民宪法权利，并用政府授予的特权取代这些权利的措施。在1899年的 Maxwell 诉呆案中，最高法院判定权利法案中的任何条款都不是第14修正案美国公民身份的特权和免除权。由约翰·马歇尔·哈伦第一位哈伦所提出的伟大意义必须被每一位观众阅读。当他站起身来，声称我们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美国自由人的权利已经被推翻，我们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已不复存在。然后他在1908年的 Twining v. New Jersey 案中重申，当 Twining v. New Jersey 裁决出来时，宣布第1修正案、第2修正案、第3修正案、第4修正案、第5修正案、第6修正案、第7修正案和第8修正案都不是特权和豁免。根据第14修正案，拥有美国公民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庭上你可以行使第5修正案的特权。那就是为什么你拥有枪支是一项特权。那就是为什么你现在通过华盛顿授予的特权崇拜上帝。这本应让我们愤怒。我们只有苏联公民身份，但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白人和黑人都曾是华盛顿特区耶稣会的奴隶。当我们没有任何绝对的权利来限制华盛顿的权利时，唯一限制华盛顿的力量的是最高法院的决定。最高法院由乔治城的耶稣会控制。现在你可以看到，有5位天主教徒坐在那上面。但为什么对耶稣会来说，建立一个国家如此重要？在他的书《对内战后法律的宪法观点》中，亚历山大·斯蒂文斯告诉了我们原因。在第2卷中，亚历山大·
斯蒂文斯在第650页告诉我们第14修正案的真正原因。引用巩固与帝国，这就是修正案的目的，巩固各州与帝国。正因如此，我称之为教皇的神圣罗马第14修正案，由这个第14修正案所创建的企业法西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他接着说，他们尚未公开否认政府的联邦性质，然而他们对其原则的直接反对行动一直是秘密进行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需特别注意并牢记。这些可怕的重建措施伴随着所有的严重危害，以及走向最终完全中央集权和帝国的致命倾向，仍然是建立在各州的假设之上的。作为分开的整体部分组成成员，至少在言语上被承认为联邦的联盟。这些大胆的篡夺权力的行为，表面上只不过是诱导或胁迫各南方州人民通过形式上通过宪法第14修正案作为宪法的附加条款。他随后总结道，没有任何一个没有理解能力、没有认可的爱国心，以及维护和违背其形式与既定原则的美德的人民，不能长久维持任何代表制政府。因此，这就是第14修正案统一和帝国的原因。安德鲁·约翰逊理解这是目的所在，所以他反对它。他称李为英雄。如果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阻止这个联盟和帝国的形成，第14修正案于1868年7月28日宣布通过，这标志着华盛顿共和国自1787年建立的结束。所以，我们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这些美利坚联邦共和国由长老会加尔文主义者建立。持续时间从1787年到1868年。1868年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在我书中被称为美国帝国，自1868年至今一直存在。它完全掌握在教皇权力手中，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消灭异端、自由主义者、背信弃义的犹太人。在过去的100年里，自西班牙美国战争以来，或自大平原印第安战争以来，背信弃义的穆斯林和佛教徒都遭受了迫害。从1860年至1890年的大平原战争，是为了灭绝美国本土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以便建立一个从海到海的帝国，一次可怕的罪行。而这一切都由一位天主教军队将军菲利普·舍尔丹领导，他受到当时美国最有权势的西方耶稣会士皮埃尔·德·施密特的建议。正如菲利普·谢利丹所说，唯一的好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随着第14修正案的颁布，开国元勋们的宪法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华盛顿特区的权力集中也已全面展开。现在，美利坚帝国可以正式开始了。南北两方的美国各州将处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基本上成为这个新主人奴隶，接连不断。美国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陷入战争：西班牙美国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海湾战争海湾战争2，以及许多规模较小的警察行动，比如在索马里、波斯尼亚、阿富汗和利比亚。回顾过去的150年，人们可以察觉耶稣会在这些战争和冲突的发起中起到的影响，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世界帝国。在20世纪初，耶稣会决心引发一场新的欧洲战争。德国在1872年驱逐了耶稣会士，俄国在1820年驱逐了耶稣会士，法国在1880年驱逐了耶稣会士。英国在1829年正式，虽然实际上并未驱逐了耶稣会士。欧洲的每个国家，瑞士1848年，除了比利时，所有欧洲国家都驱逐了耶稣会士。所以耶稣会士们说：“好吧，现在我们不得不惩罚这些人，
因为他们显然没有从拿破仑·波拿巴那里吸取教训。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利用英国和美国举办第二次30年战争。第一次是在1618年至1648年之间，第二个时间段将是从1914年到1945年。我们将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革命、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下来将是连续30年的战争，我们将控制所有派系，控制盟军和轴心国。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遇刺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大公弗朗茨·斐迪南是奥匈帝国皇位的继承人，他对斯拉夫民族采取包容政策，并对东正教塞尔维亚采取宽容态度，这使得他无法被罗马接受，因此他不能掌权。刺杀事件定于1914年7月26日。自1054年以来，天主教会一直在与东正教徒作战。东正教徒不接受教皇的至高无上。欧洲主要强国之间的战争将是杀死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的绝佳机会。之后，罗马将更有能力统治这些国家。是谁开枪射杀了大公？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黑手党秘密组织的成员。黑手党由共济会创建。在审判期间，普莱森普证实他的同事西加诺维奇告诉他他是共济会成员，并已知情时则告诉他，继承人弗朗茨·费迪南德是被一个共济会教堂判处死刑的。尽管是一群共济会成员策划了这起谋杀，但整个塞尔维亚都被责难。在当时，从未指出刺客与共济会有关联，也从未说明其高级阶层已被耶稣会控制近100年。一战结束后，一场建立世界政府的运动启动，旨在帮助世界各国实现和平。这个和平由耶稣会掌控。当这个世界政府或国联未能实现时，耶稣会推动计划，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甚至在一战结束之前，耶稣会就已开始策划将俄罗斯东正教徒重新纳入教皇的控制之下。在他们的上司弗拉基米尔·列托夫乔夫斯基的指挥下，耶稣会发动了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这场革命将共产主义带到了俄罗斯。耶稣会早在100多年前就被驱逐出俄罗斯，但现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列宁在1922年重新允许耶稣会进入俄罗斯。列宁表现出反复无常，显示出对耶稣会的不忠迹象。为此，他被毒害了。他的接替者约瑟夫·斯大林也准备按照梵蒂冈的指示行事。少年时期，斯大林获得奖学金，进入第比利斯神学学院。公开上，这所学校是东正教教会的，但背后由耶稣会操控。1931年，斯大林接受了艾米尔·卢德维希的采访。卢德维希，你难道不承认耶稣会有合理之处吗？斯大林，是的。他们在努力实现既定目标的工作中系统且坚持不懈，但他们的主要方法是间谍、窥探、钻入人们的灵魂，冒犯他们的感情。一旦掌权，斯大林杀害了数百万人，包括犹太人和东正教徒。他杀死了所有反抗他所建立的新苏联国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许多人未能理解的是，马克思主义基于南美洲的耶稣会奴隶种植园或 reductionism 以及托马斯·莫尔爵士的著作《乌托邦》。耶稣会的所作所为是，他们是共产主义的掌控者。共产主义起源于这位被称为托马斯·莫尔的天主教叛徒。托马斯·莫尔背叛了亨利8世国王，完全效忠教皇，因此被处以叛国罪。支持教皇对其效忠的世俗权利。托马斯·莫尔是乌托邦的作者。乌托邦是共产主义的基础，所以共产主义是天主教的。事实上，天主教机构的众多团体，耶稣会、救赎会等，
一直延续，他们遵循共产主义的普遍平等原则。共产主义是一个拉丁词，因此共产主义是耶稣会的杰作，但通过马克思及其共产党宣言推广时，似乎被赋予了犹太色彩，背后还得到了另一个英格兰共济会的自由石匠恩格斯的资助。除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建立共产主义外，耶稣会还试图重新建立被1871年夺走的教皇的实体王国。1929年6月7日，拉特兰条约获得批准，重建了教皇的领地梵蒂冈城。意大利新任总理贝尼托·墨索里尼在促成该条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份条约发生在美国引发的经济大崩溃、大萧条爆发前的几个月，迅速蔓延到全球。大约价值9000万美元的黄金，用里拉表示，我觉得大约是11里拉左右。意大利政府为了赔偿，没有更好的词了，向教皇国支付了这笔钱，因为我们在1870年至1929年间一直被压迫。你们欠我们这么多钱，因此贝尼托·墨索里尼奴役意大利天主教徒，让他们支付这笔巨额款项，而他们并不愿意付。那么，教皇部会用这笔钱做什么呢？这个条约大约是在2月或3月签订的。10月，耶稣会轰炸了美国股市，他们用他们的头号空头卖空者爱尔兰天主教徒约瑟夫 ·P· 肯尼迪来实现这一目标。所以他们做空，保证金被追缴，股市崩盘。结果呢？梵蒂冈拿走了他们从墨索里尼那里得到的数百万美元。他们把这些钱投资在华尔街破产的所有公司和企业中，以极小的价格购买。因此，当华尔街重新掌权时，纽约的大主教已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型企业。当银行开始倒闭时，联邦储备没有采取行动向系统注入资金，而如果掌控者想要让银行维持运营，他本应那样做。随着混乱持续，许多人失业并陷入贫困。耶稣会在1933年3月将美国总统职位变成了一个独裁统治机构。当时的新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签署了一项全国紧急状态法。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宪法被搁置，表面上是为了公众利益，直到罗斯福总统取消紧急状态。从未取消过紧急状态，这一点在1973年由修道院马提亚斯委员会验证，并在参议院报告93至549中公布。自那以后，没有美国总统取消过紧急状态。尽管国会在1974年通过了全国紧急状态终止法，但这仅仅是名义上的终止。实际上，行使的紧急权利从未归还，仍然存在于美国法典中。因此，作为永久的权利，我们目前处于紧急状态或独裁统治中。还应注意到，罗斯福是第32级共济会成员 ，FDR 不得不遵从这个秘密社会领袖的命令。他对共济会的誓言优先于对美国宪法的誓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掌控共济会的人是德国耶稣会总会长。梵蒂冈曾支持阿道夫·希特勒，通常不被强调，但希特勒是天主教徒。希特勒曾称赞天主教会，说海因里希·希姆莱，希特勒的党卫队头目，也是天主教徒。弗里德里希·霍夫特写道：而党内大部分元老都是天主教徒。战后，前德国反间谍机构负责人沃尔特·舍伦伯格指出，党卫军组织是由希姆莱按照耶稣会的原则组成的。希姆莱作为党卫军 Supreme Commander 的头衔，等同于耶稣会的总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尽管他杀害和折磨了数百万人，但梵蒂冈从未逐出希特勒。实际上，第三帝国的任何大规模屠杀者都从未被梵蒂冈逐出教籍。希特勒去世的那天，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也是一名天主教徒，在《Reforma》报刊发表了这份声明。阿道夫·希特勒，天主教会的子嗣，在捍卫基督教时去世。作为一名忠诚的子孙，希特勒杀死了异端，包括新教徒、犹太人、东正教基督徒，甚至自由派天主教徒。总的来说，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在6200万到7800万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集中营的人数达1100万，其中犹太人占600万。犹太大屠杀从未被教皇庇护12世谴责，实际上也没有其他教皇谴责过。为什么会如此沉默？犹太人和所有异端一样，反对皈依天主教并服从教皇。是谁为希特勒提供资金？答案很明确，容易验证。梵蒂冈和西方许多富裕的精英提供了希特勒建设第三帝国所需的资金。早在1919年，尤金尼奥·帕西利大主教就在慕尼黑会见了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那次会面是在夜晚进行的，除了陪同帕西利大主教的修女外，家中都已入睡。她的名字叫帕斯卡丽娜。据帕斯卡丽娜透露，希特勒告诉帕切利，他旨在遏制慕尼黑及其他地方的审美共产主义的蔓延。因此，考虑到帕切利对红色分子的仇恨，看到这位主教向希特勒提供一大笔教会资金，以帮助崛起的革命者及其那支小型的反共队伍，对他来说并不令人惊讶。去吧，平息魔鬼的工作，帮助传播全能上帝的爱，帕切利对希特勒说。为了全能的上帝的爱，他听到年轻人阿道夫·希特勒回答。这位年轻革命者的资金也来自西方的工业家。希特勒的上台是由伦敦、纽约和柏林提供资金的，他们是拥有全球银行体系的马耳他骑士团。在历史研究的纪律中，最禁忌的主题之一就是调查。谁为希特勒提供资金？答案很明确且易于验证。梵蒂冈和西方的许多富裕精英提供了希特勒建立第三帝国所需的资金。许多人不了解的是，乔治 ·W· 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和乔治 ·H· 沃克的外曾祖父乔治 ·H· 沃克都是纳粹的合作者，加上阿弗雷尔·哈里曼，他们共同成立了联盟银行公司。作为多个纳粹前线企业的复杂洗钱操作，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的文件明确显示，普雷斯科特、布什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因叛国罪受到审判，因为他们的纳粹交易在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在继续。他们继续与他们的主要纳粹支持者弗里茨·蒂森保持交易。蒂森自1921年起支持希特勒，是德国最富有的人，也是与伙伴弗里德里希·弗利克一起的钢铁和煤炭大亨。实际上，与 IG Farben 一起建立了纳粹战争机器。1945年，弗里茨·蒂森在阿根廷去世后，美国政府清算了联合银行公司。普雷斯科特·布什因其在纳粹企业中的持股获得了$150万，这也标志着布什家族的起源。实际上，乔治
布什并不是从圣经或耶稣在山上宝训中的教导中汲取他的哲学基础。乔治·布什的灵感来自他在骷髅和骨头组织中学到的东西，以及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在波西米亚林场打下基础的完整社会。这些邪恶的组织实施了这些罪犯正在对这个国家做的丑陋事情，因此他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耶稣会在1776年创建了光明会，光明会的美国分支被称为骷髅会，在中情局招募基地耶鲁大学设有总部。普雷斯科特·布什曾是成员，他的儿子和孙子总统乔治 ·W. 布什也是。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两个骷髅会成员互相竞争。你们都曾是骷髅会这个秘密社会的成员。这是如此秘密，以至于我们不能谈论。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阴谋论者会变得疯狂。我相信他们会。我不知道。我没看过那个网站。编号322。首先，他不是候选人。你准备好输了吗？不，我不会输。你们两个都是耶鲁大学的秘密社团骷髅会的成员。这说明什么？没什么，因为这是秘密。有没有秘密的握手？有没有秘密的密码？我希望我能显现一些秘密的东西。322，一个秘密数字。秘密有各种各样 ，Tim， 但有一件事不是秘密。我不同意这个总统的方向。很明显，布什家族和其他人已经受到耶稣会数十年的控制。大多数人都熟悉希特勒的书《我的奋斗》。然而，可能会让许多人惊讶的是，希特勒并没有写那本书。你知道，希特勒不是一个作家，对吧？阿道夫·希特勒是个报纸阅读者。根据库尔特·克鲁格的巨著《我是希特勒的医生》，该书于1934年出版。他说，希特勒的藏身之处堆满了旧报纸，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阅读这些旧报纸。他不是作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更不是文化研究者。如果你读《我的奋斗》，无论是谁写的，他们了解许多不同国家在不同世纪的文化，他们掌握所有的政治实践知识。《我的奋斗》的作者们非常聪明。根据1942年写作《独裁者》背后的爱尔兰天主教牧师利奥·雷曼 （Leo Lehman） 所述，父亲伯纳德·斯坦菲尔 （Father Bernard Stanford） 才是真正的《我的奋斗》的作者。阿道夫·希特勒被塑造成一个耶稣会的工具，就像拿破仑一样。希特勒很好地履行了他的创造者的意图。数百万梵蒂冈的敌人被杀死，且美国遗忘了乔治·华盛顿的警告，放弃了其孤立政策。二战期间，梵蒂冈以破坏克罗地亚的东正教徒为目标。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克罗地亚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遭受苦难。克罗地亚乌斯泰奇政权对塞尔维人人进行了恐怖和谋杀的运动。乌斯泰奇的领导人是罗马天主教徒安特·帕维奇。帕维奇和乌斯泰奇杀害了约50万人，另有25万人被驱逐，另外20万人被迫皈依天主教。就像犹太人大屠杀一样，教皇庇护12世从未谴责这些暴行，此后也没有任何教皇谴责过他们。战争结束后，梵蒂冈帮助前纳粹分子逃离德国，前往南美洲的避难所，甚至帮助乌斯塔西亚领导人帕维奇逃往阿根廷。教皇庇护12世是拯救数十万欧洲纳粹分子的教皇，他们都经过梵蒂冈的修道院、道明会、本笃会和耶稣会的庇护所。新的身份护照主要送往南美洲，但也有不少送往其他地方，包括美国。那里甚至有一个将那些优秀人士送出去的计划，叫做“钩指行动”。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加拿大也接收了。我知道这一点。麦肯齐今允许大量通过梵蒂冈修道院的人纳粹人士进入，而这一位教皇庇护12世也可以。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件事。二战后，西方列强，主要是美国和英国，
与东方的苏联和中国之间开始了一场冲突，这被称为冷战。从一开始，冷战就是为了让世界保持混乱和恐惧，把基督教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对立起来。最重要的是，避免让人们关注梵蒂冈。许多人知道罗马支持欧洲天主教独裁者的事实，他们也知道罗马帮助许多他们逃脱的帮助。梵蒂冈没有因为这些罪行受到惩罚。实际上，教皇庇护12世本应在纽伦堡受审。耶稣会利用冷战作为罗马的有效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非常奏效。为了开始这一切，必须清除道路上的一块障碍，那就是乔治 ·S· 巴顿将军。在二战结束时，乔治·巴顿将军想攻击苏联。巴顿看到了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想要采取行动结束它。1945年，巴顿与麦克纳尼将军的谈话充满启示。你在乎这些该死的俄国人怎么想吗？我们迟早要和他们战斗，何不趁我们的军队还完好无损的时候，现在就干一下，让该死的俄国人在3个月内被打回到俄罗斯去。耶稣会士不能允许苏联被摧毁。正如罗伯特·威尔科克在他的书《瞄准巴顿》中所描述，天主教徒威廉·多诺万，外侦总局 OSS 的负责人，策划了刺杀巴顿的阴谋。巴顿已经幸免了3次暗杀企图，他还幸存了第4次，但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期间，向他提供了一种经过改良的氰化物，这种毒药可以引起或表现为栓塞和心脏衰竭。在准备离开医院后，帕顿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他去世了。结果是耶稣会得到了他们的冷战。在冷战期间，美国2位总统约翰·肯尼迪和罗纳德·里根的活动揭示了耶稣会的力量。约翰·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但他反对梵蒂冈和耶稣会。肯尼迪决定做自己的主人，听取自己的建议，而不是听从罗马的命令。他结果是一个自由派天主教徒，这对梵蒂冈来说和新教徒或任何异教徒一样令人反感。肯尼迪开始撤出越南，他命令财政部印钞，不通过私人拥有的联邦储备局，而且他还有一场对古巴的新入侵计划。你看，肯尼迪想从卡斯特罗手中夺回古巴。最大的谎言是肯尼迪取消了那些命令，他没有取消那些命令。麦克乔治·班迪取消了在猪湾的空中掩护命令。根据弗莱彻·普鲁蒂在他的书《肯尼迪》中所述，在那艘航空母舰埃塞克斯上，舰长被告知不要为在古巴的入侵者提供空中掩护，但这项掩护被取消了，并不是由肯尼迪下令的，因为在前一晚他曾说过批准。为了证明这一点，大约1年前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终极牺牲》的书，由瓦尔德隆所著。在那本书中显示，肯尼迪曾计划于1963年12月1日入侵古巴，除掉那位耶稣会士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1月22日，他被杀，距离入侵实施仅8、9天。就像亚伯拉罕·林肯遇刺一样，约翰 ·F· 肯尼迪的遇刺被精心策划和执行。里·哈维·奥斯瓦尔德是替罪羊。但是你看，吉恩、希尔和玛丽·穆尔曼就在轿车旁边。吉恩、希尔和玛丽·穆尔曼说司机回头开枪了，但他们以为司机是在还击枪手。他们不知道司机是在向肯尼迪的头开枪，和下水管道枪手同时进行的，一次同步击中头部。从草丛丘上的那一枪是个干扰，他们是在制造烟雾。我的意思是，我们从世纪之交以来就有无烟火药了。我是说，为什么他们要用步枪还冒烟？那只是为了让人群跑向草坪角，分散注意力，因为真正的狙击手是下水道的射手和同时向肯尼迪开枪的司机。我在我的书中展示，肯尼迪被射了5次。这次暗杀以非常公开的方式进行，旨在告诉其他有志成为总统的人，如果不听命令会发生什么。
约翰 ·F. 肯尼迪的暗杀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作为对全世界其他领导人的警告，但这也是以这种残忍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你看，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他们想要杀死这个拒绝维护教皇寺庙权利的天主教男孩，所以他们残忍地、残酷地杀了他，以警告其他任何敢于侵犯教皇寺庙权利的天主教徒。与肯尼迪相比，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遭遇暗杀未遂后，竭尽全力争取梵蒂冈的认可。罗纳德·里根主张一些有助于建造中产阶级且总体比较好的政策。他的言辞像个保守派。显然，他曾一度以为自己是总统，因为有人告诉他要选择乔治·布什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所有的保守派都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然而，他仍然当选。于是，里根开始倡导一些相当不错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惩罚你，罗尼。于是，他们发动了未遂刺杀。如果他能存活下来，他就会按照我们的指示行事；如果他不能存活，那乔治·布什就会公开接替他的职位，成为总统。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赢了。因此，特勤局特工杰瑞·帕尔开枪了。里根在车内看起来像是辛克利射了他，辛克利没有射击里根。里根在登上豪华轿车时没有受伤，他是在豪华轿车内被一名秘密服务人员开枪，然后令人惊叹的是，一名犹太医生救了他的命。所以，布什当然也是这件事的一部分。他并未公开担任总统，但在整个里根总统的2个任期内，他一直秘密担任总统。里根总统成为这场阴谋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的主角，因为没有其他总统像里根总统那样与梵蒂冈关系如此密切，甚至连约翰 ·F. 肯尼迪都无法比拟。意思是，他们对里根总统所做的事情，是他们即使面对天主教总统也未曾做到的。1984年，里根与梵蒂冈建立了外交关系。自1867年以来，两国之间再也没有正式接触。这个关系被美国历史上最令人蒙羞的总统，我们最伟大的叛徒里根总统正式恢复了。当他与梵蒂冈恢复外交关系，正式承认梵蒂冈城邦为一个国家时，现在美国可以与教皇签订条约，正如多年来前耶稣会士阿尔贝托·里维拉所警告的那样。前耶稣会士牧师阿尔贝托·里维拉还透露了一个关于罗纳德·里根就职的秘密，当时有人注意到，但很少有人完全理解。阿尔贝托·里维拉发表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声明，称当所有教堂都被耶稣会接管时，全球将会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是当一位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面对一座方尖碑。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就职典礼移到了国会大厦的西侧，总统里根面向华盛顿纪念碑。里根总统任期结束后，柏林墙于1989年倒塌，冷战结束。然而，世界各国并未迎来更大的自由，反而发现他们的政府变得更加压制。恐怖主义成为新的威胁，伊斯兰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都做出了承诺，不惜一切代价与这个新敌人战斗。这包括剥夺人民所有天赋的权利，以实现所谓的和平与安全。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许多人指出，政府事先知道恐怖袭击，但未能阻止他们。事实上，
现在已经痛苦地明显表明，政府允许这些袭击发生。不幸的是，美国人民发现自己处于与南方人民在内战前相同的境地，并且犯了同样的错误。在19世纪，南方和北方一样，都有由耶稣会控制的共济会成员，以及在关键宗教、政治和军事岗位上的助手。许多报纸也受到罗马的控制。这些人和媒体激起了战争的煽动。随着奴隶问题升级，南方走向分裂，南方人民完全相信上帝会站在他们这边。然而，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南方人民未能理解他们并不站在上帝这边。南方并未实践圣经认可的奴隶制。圣经授权2种奴隶制度，一种是自愿服役以偿还债务，另一种是战败后的奴隶制。南方没有实行这些类型的奴隶制，南方实行的是以牟利为目的的劫取或绑架。出埃及记21章16节明确指出，偷人并卖的人若被捉住，必定死。由于他们的罪行以及拒绝悔改偷人之罪，南方收获了死亡与毁灭的果实。同样，今天的美国也发现自己处于同样的境地。美国人不再问上帝为什么没有保护他们免受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伤害，而是轻易被骄傲所操控，呼喊为外国敌人复仇。这种复仇为死亡产业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促使无限战争不断扩大。美国人民没有问上帝他们做了什么冒犯他，失去了他赐予的祝福，而是在向政客、假先知和经济奇才寻求答案和解决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民没有看到他们背弃圣经之神与降临在他们身上的灾难之间的联系。在20世纪初，耶稣会决定实施他们在美国建立中央银行的计划。他们的计划将使他们能够支付即将到来的战争，因为美国帝国在扩张。一旦实现，人们就会持有一文不值的纸币，而耶稣会则能够利用美国军队作为武力，资助新的战争。耶稣会在他们的宗教改革运动中，他们试图摧毁新教改革，因为新教改革拥有中产阶级、私人权利、私人财富和私人土地所有权。在他们试图将世界带回黑暗时代的过程中，13世纪，当时的教皇克莱芒3世被称为魔鬼教皇，试图摧毁阿比根斯及其他人。为了摧毁西方新教文明，他们必须实施共产党宣言的支柱。这些支柱中有2项是这样的：国家信用由联邦政府掌控，因此这个国家的信用实际上由联邦政府代表，由联邦储备银行运营，这是一家私人银行。路易斯诉美国案在联邦案件中告诉我们这一点。因此，这家由梵蒂冈通过其各个教团控制的私人联邦储备银行，特别是像马耳他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这样的旧十字军教团，这些现在都是高级共济会成员。他们为我们带来了这家可怕的联邦储备银行——教皇的银行，负责编资所有教皇的十字军东征。自从1898年的美西战争以来到现在，为了建立中央银行，必须克服一些障碍。首先，反对中央银行的那些人需要被排除。其次，法律必须被修改，或者看起来像被修改。为了解决反对中央银行的麻烦人物，耶稣会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建造了一艘名为泰坦尼克号的死神之船。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是耶稣会集团的设计，
旨在消灭反对在美国建立中央银行的力量。而泰坦尼克号上的人们反对中央银行，他们必须死去，其中包括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伊西多尔、斯特劳斯、本杰明、古根海姆以及许多反对在美国建立中央银行的百万富翁。因此，他们不得不被移开，而他们正是在泰坦尼克号上。建造这艘船的公司由 J.P. 摩根所有，他本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教皇和梵蒂冈的银行家。主要的耶稣会目标被带上了船，船长是爱德华·约翰·史密斯。从他的行为来看，史密斯船长似乎是耶稣会的助手，也就是说，是一名宣誓的耶稣会成员，但没有穿长袍。一个夸格托雷融入了风景，从来都不像一个耶稣会神父。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船船长爱德华·史密斯，他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命令船只以全速穿越一个80平方英里的冰原。已经有超过8封电报警告船长危险。他被警告了8次，减慢船速，减慢泰坦尼克号的速度，你太快了。但他一次也没有停下来。知道前方有一片冰山海域，知道自己应该减速，但还是没有。于是你看着，问自己，这个人怎么会冲进冰山海域，却没有减慢船只的速度，没有更加小心？你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个合作者，天主教耶稣会的整个指挥链中，他被告知沉没那艘船，他在泰坦尼克号上照办了。这一切都在1986年发布的一部国家地理纪录片中有所记录。你可以去你当地的图书馆，他们要么有此片，要么可以为你借阅。而在那部录像带中，它显示了当泰坦尼克号沿着英国海岸航行时，曾经停靠过多个港口。在其中一次停靠时，一位耶稣会神父登上了船，名叫弗朗西斯·布朗。弗朗西斯·布朗登上泰坦尼克号，拍摄了所有富人们的照片，拍摄了船长爱德华·史密斯的照片，然后就在泰坦尼克号横渡大西洋之前，弗朗西斯·布朗下船了。然后，当然，泰坦尼克号就沉了。弗朗西斯·布朗被他的主教，他的叔叔，也就是主教，赠予一台相机，并被告知去拍下所有这些人，我们即将杀死的头等舱乘客的照片。因此，他照了这些富人的照片，那里所有的人都会沉没，而他们都是富人。乘客向他提供了搭乘的机会。他知道船会沉没，但他很羞涩地联系了他的省长，省长的指示是下船。像布朗这样的著名乘客之一，耶稣会特工 J.P. 摩根没有参加那次不幸的海上航行。虽然已经预定了船票前往美国，但摩根也在最后一刻巧合地取消了。当然 ，J.P. 摩根为自己预留了套房，而且最后1分钟有大约55个人取消了他们在泰坦尼克号上的预定。J.P. 摩根也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己生病了。顺便说一句，也不要把我的任何艺术珍品装上泰坦尼克号。于是他也没有把任何艺术珍品带上船。那部分没有丢失。我们怎么知道泰坦尼克号卷入了阴谋？当冰山被发现时，是一等船官穆尔多试图向左绕开致命的冰山，这是合理的，但穆尔多也下令引擎倒车。作家温恩·维德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只要穆尔多试图避开冰山，为什么他还要像踩刹车一样把引擎猛对到全速倒退呢？事实上，1910年版的奈特现代航海学明显与默多克的决策相矛盾。
指导方针非常明确，避免逆转引擎。韦德总结了这一情况，表示默多克的操控方式更可能引发碰撞，而非预防它。就像许多调查泰坦尼克号灾难的人一样，作者温恩·韦德也无法解释默多克违反教科书的行为。但船长和默多克的行为并不是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夜背叛的唯一迹象。我们在泰坦尼克号上看到各种异常，比如在沉没时，紧急信号弹应该是红色的，这样那些航道上的船只就能看到泰坦尼克号遇险了。可是有人把红色信号弹拿走了，用白色信号弹替代，竟然让人觉得我们在放信号弹和举办派对。然后是船只的装载，我们知道那是欺诈。他们不允许救生艇完全装满，只装了一半，有的只有1/3，因为一等舱的乘客不能登上。而且耶稣会成员不仅是船长，还是他的官员。当时英国正发生罢工，平时负责操纵远洋轮船的那些人被替换了。由耶稣会助手准备登船，因为他们都宣誓若有必要为黑教皇而死。于是他们确实执行了沉没泰坦尼克号的任务。但是为什么会有人选择自杀，比如史密斯船长和他的一些精心挑选的船员？我们必须理解，这些人为了自己的意志已经死去，因此他们完全被自己的人格所消灭，并按照指挥官的命令做出完全符合指示的行动。没有所谓的不服从的耶稣会士。这是对所有其他掌权者的警告，不仅是在我国，也包括在英格兰和欧洲。你敢惹我们，我们就会对你做我们在泰坦尼克号上对所有那些人的事，并且我们会阻挠调查。因为随后对泰坦尼克号事件的调查将责任归咎于 J.P. 摩根的得力助手布鲁斯·伊斯梅以及英国的洛德船长，他们成为了替罪羊。当他们本可以轻易责怪当时的权力人物时，看到谁取消了他们的预定。这又是一场沃伦委员会的闹剧，又是一场9·11委员会的闹剧。这是一场粉饰和掩盖，而这种掩盖甚至比谋杀本身更加强大。在许多反对中央银行的主要反对者被移除后，耶稣会开始推动第16修正案和联邦储备法案的通过。他们都在1913年，因此他们建立了联邦储备银行来资助他们的十字军东征。没有联邦储备银行，就没有伊拉克战争；没有联邦储备银行，就没有第2次世界大战，也没有第1次世界大战。凯茨写了一本书叫《货币兑换者》，书中他说，正是联邦储备银行以及所有这种纸币、法定货币凭空创造的信贷的制造者。如果没有他，你就没有这些战争。所以他们需要联邦储备银行，在欧洲发动对异端和自由思想人民的战争，以便他们能够恢复教皇在整个欧洲国家的世俗权利。这在19世纪正逐渐被推翻。除了煽动战争和控制银行业外，耶稣会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攻击和破坏他们的头号敌人——圣经，特别是詹姆斯国王版圣经。正如莱昂的秘密计划中所提到的，耶稣会士将圣经视为一条必须被变成无害的杖的蛇。为了破坏圣经的权威，特别是创世纪这本书，耶稣会士推动了查尔斯·达尔文未被证实的进化论。进化论假设人类是偶然进化而来的，没有上帝或神圣的力量在创造世界中起作用。所有生命仅仅通过突变，从数十亿年前形成的单细胞逐渐发展而来。据说，人类自己也从原始的类人猿状生物进化到现在的状态。当进化论需要证据证明其有效性时，一位名叫皮埃尔·泰亚尔·德尚丹的年轻耶稣会士出现了。1912年，泰亚尔协助查尔斯·
道森在英国的挖掘中发现了皮尔特敦人。这个所谓的缺失环节，让世界大多数人相信人类是由更加类人猿的生物演变而来的。直到40年后，皮尔顿人被发现是一个骗局。菲利普·约翰逊在他的达尔文试验中这样说。许多熟悉证据的人，包括史蒂芬·杰伊·Gould 和路易斯·莱基，得出结论：蒂耶尔德·夏尔丹可能在准备皮尔顿骗局中负有可责。到皮尔顿人的假真被揭露时，一代人已经被灌输相信进化论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事实是，进化论是值得怀疑或糟糕的科学，没有坚实的真理基础。为了说明这个事实，让我们看看作者卢瑟、桑德森和科林·帕特森博士之间的交流。卢瑟、桑德森是一位创造论者的作者和倡导者。1978年，帕特森博士，伦敦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高级古生物学家，出版了一本名为《进化》的书。桑德兰给帕特森博士写信，询问这位杰出的进化论者为何在书中没有包含任何过度化石的图片。帕特森博士坦率地回答说：“我完全同意你关于我书中缺乏直接展示进化转变的插图的评论。如果我知道任何这样的化石或现存的，我肯定会包括它们。你建议应该由艺术家来表现这些变迁，但他从哪里获取信息呢？我实在无法提供。而如果我让艺术创作自由，难道不会误导读者吗？”正如一颗炸弹一样，帕特森博士的这番话击中了进化界，引起了愤怒。帕特森试图平息他的进化学界的同事，但他从未收回过他的观点。对那些拥有一些常识的人来说，很明显，进化皇帝其实毫无穿衣服。进化只是一种没有坚实证据支持的理论。在他1996年的《达尔文的黑匣子》一书中，迈克尔·贝赫博士提出了这一相当尖锐的观点。面对现代生物化学在细胞中发现的巨大复杂性，科学界变得束手无策。哈佛大学、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院的成员、诺贝尔奖得主，没有任何人能够详细说明纤维素或视力或血液凝结或任何复杂的生化过程如何以达尔文式的方式发展起来。但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进化论没有事实基础，梵蒂冈仍发表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声明。1996年10月22日，同一年，贝哈伊的著作出版，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向教皇科学院发表声明。他说，新的知识已经使人们认识到进化论不仅仅是假说。对进化论的认可展现了梵蒂冈的真实本质。圣经中的上帝必须被否认，并被排除在过去。耶稣会的阴谋旨在怀疑圣经是上帝的真理之言，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是他们在削弱圣经权威方面的最大成就。耶稣会开始对圣经的原始希腊文本发起攻击。新约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在超过1900年里，圣经的希腊文文本经受住了考验，传承至今，正如最早的基督徒所阅读的那样。当然，我们现在只有原稿的复印件的复印件，但文本保持不变。如今，现存的希腊新约手稿共有5686份。在这些手稿中，大部分超过90%在几个世纪中被用作新约文本的基础。这大部分文本来自叙利亚的安提阿。安提阿成为了第1世纪基督教徒的总部。大多数文本通常被称为安提阿文本，但权威的手稿线更常被称为正统文本或受领文本。钦定版圣经是基于受领文本而翻译的。过去也曾有人试图修改受领文本。
一群以埃及亚历山大为中心的诺斯替基督徒在公元3世纪改动了一些手稿。堕落的亚历山大手稿淡化了耶稣的神性。著名学者奥利根似乎也参与了这项工作。然而，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并没有上当。公元4世纪，另一位试图传播这些被污染的手稿的人是天主教学者杰罗姆。公元380年，杰罗姆用这些被污染的亚历山大文本翻译了圣经。杰罗姆将他的译本称为通俗版圣经 Vulgate。杰罗姆的新译本由罗马推广，不使用它的人遭到迫害。直到宗教改革时期，未被污染的正统文本才再次被用来把上帝的话语翻译成普通话。结果出现了一些翻译，例如1522年的马丁·路德的德文新约，1526年的廷达尔的英文新约，以及1560年的日内瓦圣经。钦定版圣经 King James Bible 1611年出版。自从1611年以来，钦定版圣经取代了其他英文翻译，成为全球新教基督徒最崇敬和珍爱的一本。然后，在19世纪末，两个男子致力于改变这一现状。这两位圣经学者是布鲁克·福斯特、维斯克特 （Brooke Foss Westcott） 和芬顿·约翰·安东尼·霍特 （Fenton John Anthony Hort）。维斯科特和霍特基于如下理论，创建了一个新的批判性文本。新约几乎在两个最古老的手稿西奈抄本和梵蒂冈抄本中得以完美保存。西奈抄本于1844年在一座天主教修道院被发现。19世纪后期，梵蒂冈抄本的复制品被从梵蒂冈图书馆取出。这两份手稿都来自堕落的亚历山大神系。以这两份手稿为基础，维斯科特和霍特于1853年开始整理新约的希腊文本。到1881年，他们完成并发表了他们的著作。根据维斯科特和霍特的说法，现今首次信徒们可以获得新约的真实文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版本来自维斯科特和霍特。许多现代圣经译本都是基于希腊文文本翻译而成。这一变化对坐在会众中聆听神的话语的人们有什么影响呢？关于约翰福音1.18分，我们在钦定版圣经中读到，基于维斯科特霍特文本的新国际版本中的同一句经文为：从未有人见过神，但唯一的神，就是那在父的怀中的人，已经使他显明了。尽管 NIV 中的表达略显混乱，但其实变化仅仅是将独生子改为独生神。这一变化出现在一小段文本中，源自诺斯替主义的真正中心亚历山大城。我会建议诺斯替教徒在这些文本和这一节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诺斯替教徒将物质视为邪恶，而精神为善。上帝是精神，不能与邪恶的物质或肉体，尤其是在受孕的概念上有关联。对诺斯替教徒来说，童贞女受孕是不可能的。在《使徒行传》2章30节中，发现了亚历山大抄本腐败影响的另一个例子。大卫王在这节经文中被提及为一位先知，知道神以誓言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按肉体生出基督，让他坐在他的宝座上。根据希克特霍特文本的新国际版本，同样的经文写道：但他是一位先知，知道神以誓言应许他，要在他的后裔中为他建立一位继承人，坐在他的宝座上。这是一个明确的例子，表明已经删除了关于耶稣基督的字面化道成肉身和血统来自大卫的圣经陈述。这与许多诺斯底体系的观点一致，后者将基督视为纯粹的精神存在，是从永恒中散发出来的一个伊恩。在传统文本中所呈现的读法，即在肉身中的基督是来自大卫的血统，
这与这些猜测性的体系是背道而驰的。还有许多其他例子可以用来说明 Westcott 和 Hort 的希腊文本持有与大多数现存希腊手稿的教义和教导相反的观点。不幸的是，如今大多数基督徒对此一无所知，仍然依赖腐败的 Westcott 和 Hort 希腊文本。由于他们对许多现代译本所依据的圣经文本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了解更多关于 Westcott 和 Hort 的资料可能会有所帮助。据说这些男人是新教徒，尤其是他们是英国国教或圣公会学者。此外，与相信上帝话语真实的人所预期的不同，维斯科特并不认为创世纪的前3章应当逐字理解。在写给霍特的一封信中，维斯科特指出，我想现在没有人认为创世纪的前3章，例如讲述的是字面上的历史。我从来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睁着眼睛阅读它们还认为是事实。维斯科特也怀疑圣经中的奇迹故事。他曾说，我从未读过任何奇迹的记载，但我似乎本能地觉得它们不太可能。但更具有说服力的是维斯科特对约翰·亨利·纽曼的忠诚。纽曼与其他几位英国圣公会牧师于1833年开始了牛津运动。这一秘密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使英格兰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重新联合。同一年，在罗马举行了一次秘密会晤，参与者包括约翰·亨利·纽曼、理查德·弗罗德和维斯曼斯逊。当被问及英格兰教会要被接纳回天主教会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时，维斯曼斯逊回答说，英格兰教会必须完全接受特伦特会议。请考虑一下，1833年，教皇的发言人提出，接受特伦特会议是与罗马重归于好的主要条件。特伦特会议召开，并宣布了125条反对新教改革的诅咒。教皇和耶稣会当时以及至今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12年来，纽曼及其同事秘密努力推动英国国教会重新投向教皇的怀抱。当这个秘密社团及其意图被发现时，纽曼和150名追随者叛变，加入了罗马教会。显然，维斯科特是纽曼的弟子之一，他没有背叛，而是继续作为罗马的工具。维斯科特的学术伙伴和弟子芬顿、约翰、安东尼、霍特在圣经信仰方面也不更好。虽然霍特怀疑字面意义上的魔鬼存在以及对无神者的永恒惩罚，他确实相信天主教关于炼狱的概念。霍特表示，焚烧洁净的思想似乎与圣经教导的神圣惩罚密不可分。霍特还坚持天主教关于洗礼重生的教义。霍特指出，我们认为洗礼重生是最重要的教义。纯正的罗马天主教观点似乎更接近，而且更有可能引导人们走向真理，而非福音派。这些假老师不断努力破坏钦定版圣经，并推行更被梵蒂冈接受的新版本圣经，诸如修订标准版、美国标准版、生命圣经和新国际版圣经。前面提到，新国际版是基于维斯科特、霍尔特的希腊文本，以及他的继任者雀巢艾伦希腊文本。耶稣会议者卡洛·卡迪纳尔·马蒂尼曾是 NIV 的翻译委员会成员。为了这本所谓的新教圣经，竟有一个誓言要消灭新教徒的团体代表加入，参与制作一部新教圣经的委员会。那么，这真的是一本新教圣经吗？一旦对圣经及其真实性产生了充分的怀疑，耶稣会是知道，随着采取更公开和激烈的措施来镇压上帝的真实话语，公众也会不那么倾向于起来反抗。在1962年的恩格尔诉维塔莱案中，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公立学校祈祷违法。为什么？因为它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学校里的祈祷在过去175年里并没有违反第一修正案，但突然间却被认定为违法了吗？第2年，在 Abington 诉 Shamp 案中，最高法院裁定阅读圣经也违反了第一修正案。最高法院是如何做出这些裁决的呢？只要知道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沃伦是共济会会员，就能理解为什么法院会做出这样的判决。那为什么总统和国会没有弹劾这些最高法院的法官，并将他们免职呢？答案很简单，总统和国会对此决定表示同意，否则这些无神论的法官们可能已被弹劾并罢免。这是怎么发生的呢？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教堂开始作为免税组织进行整合和组织。教堂一直都是免税的，但现在他们可以为会众的十分捐款和奉献提供税收减免。是参议员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推动将教会纳入税法第 501C3 条款的范围内。为了保持 501C3 教会的免税资格，教会不得公开反对或组织反对任何政府宣布合法的事项，即使这些事项完全不道德。501C3 条款对教会的言论自由权产生了压制作用。美国新教教会灭亡的另一个原因是，教堂讲坛和领导层被共济会成员和耶稣会同谋者渗透和颠覆。正是在这个时期，即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梵蒂冈第2届大会召开，并设置了实现旧目标的新目标。梵蒂冈2世与特伦特会议完全契合，因为你会发现，特伦特会议天主教会表示，我们不会与新教妥协。因此，在1540年代的特伦特会议和1958年至1963年的梵蒂冈第2届大公会议之间，耶稣会渗透到所有教会中。到1958年至1963年，渗透已经取得了足够的程度。那些教会的信息已经被淡化了很多，所以现在罗马通过全球教会运动来介入。这就是约翰23世在梵蒂冈第2届会议上所做的事情，那就是让所有教会重新团结起来。但这不是在新教的名义下，也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和原则，它是在罗马之下，在罗马的传统和罗马的权威之下。这就是梵蒂冈第2届大公会议的全部内容。因此，梵蒂冈第2届大公会议与阿尔贝托·里维拉以及他所声称的在1981年前所有教会都被完全接管的说法完全一致。教皇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从19世纪初的维也纳、维罗纳和舍雷会议以来，什么还没有改变？答案是对世界的统治。梵蒂冈正试图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或新世界秩序，而这个世界政府的首都会是哪里？不是罗马，而是耶路撒冷。1993年，意大利《圣城报》刊登了一篇引人好奇的文章，称梵蒂冈已控制了耶路撒冷圣殿山的一部分。他们想要夺回他们的首都。十字军东征还没有结束，他们以前也做过这事，这在这里并不是新现象。梵蒂冈想让罗马成为他们的第2个首都，他们想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解放他们认为是真正的实体首都的地方，而这也是他们不希望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原因。现在他们试图通过这场战争来实现这一点，就像用橡皮擦一样。所有这些国家，对吧？现在你一个国家都没有了，一个庞大的贸易集团，对吧？
在这个中心有一座备受敬重的城市。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教皇一直想将首都从罗马迁到耶路撒冷。他们仍然希望这样做。我们怎么知道的？我们知道是因为一个名叫马克·哈尔特的法国知识分子，他是西蒙·巴黎的朋友，在一本现已停刊的以色列杂志《时事》上接受了采访。他在1993年5月说过：“我向教皇递交了一封来自巴黎的信，承诺梵蒂冈东耶路撒冷。”然后他提供了一些细节。东耶路撒冷将由联合国负责警察巡逻，梵蒂冈将掌控所有宗教的圣地，以及巴解组织将在这个飞地中获得一席之地。如果你不向耶稣会控制的罗马天主教领袖叩头，你就是异端，你必须死。这是著名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言语。然而，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教会有慈悲心，旨在使迷途者悔改，因此他不会立即谴责，而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警告之后，正如使徒所指示的那样。之后，如果他仍然固执，教会就不再抱有他悔改的希望。以逐出教会并将其与教会隔离的方式，旨在拯救他人，并且将其交给世俗法庭，从而通过死刑将其从世界上消灭。在切内克审判期间，亚伯拉罕·林肯让弗雷主教作证，主教被迫承认圣托马斯被视为最高权威之一。事实上，罗马天主教主教们发誓，甚至连上帝本人都启发了圣托马斯关于异端分子应受到天主教徒怎样对待的论述。如果梵蒂冈如愿，以后所有直言反对教皇或不配合耶稣会目标的人都会面对酷刑和死亡的命运。这一命运曾降临许多世界领袖，包括美国的总统们。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们也曾遭遇类似的命运，比如南军将军斯通沃尔·杰克逊。反对泰坦尼克号中央银行的人，前耶稣会士阿尔贝托·里维拉。在耶稣会誓言中，耶稣会士宣称，当机会出现时，我将秘密或公开地对所有异教徒、新教徒和自由主义者发动无情的战争，按照我的指示，将他们从整个世界上根除灭绝。鉴于这部纪录片披露的所有内容，应该采取什么行动？首先，基督徒应通过每天的祈祷和圣经研读寻求主的引导。我们应祈求一场新的改革，而不是虚假的复兴，也不是搭乘政治运动的便车，甚至不是试图控制现存的敌基督、共和党和民主党，而是一场强调圣经中的上帝的改革。一本基于文本接受者 （Textus Receptus） 的圣经，比如钦定版圣经。其次，圣经告诉基督徒要远离邪恶，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同负一恶。在同一章第17节，主说：“所以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你们要分别。”我们应该寻求与美国帝国和平分离或分裂。宪政的新教徒政府形式是孤立主义的。我们不干涉他国事务，致力于发展自身国家。乔治·布什曾称美国宪法是一张该死的纸，并称这场战争为十字军东征，实际上确实如此。因此，这更是理由让我们退出。我们永远无法得到任何救济。我们需要在每个州进行分裂的行动，开始从罗马和波托马克、华盛顿撤离，
然后重新建立州和国家政府，重新掌控事务，为这些州或那些州的人口寻找最好的利益。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与其他州联合，但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基督徒不仅应该远离这个世界的毒药，也应该远离这个国家里的假教会。我们应该参加相信圣经的教会，而不是被政府控制的教会。如果在你所在的地区找不到相信圣经的会众，可以自己建立家庭教会，和家人或社区里的其他人一起。基督徒应当照亮我们所看到的邪恶，并站出来反对它。在以弗所书中，我们读到，不要与黑暗中那些无义的行为有份，无义的行为倒要揭露他们。不要胆怯，而要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国家中明显不符合圣经、邪恶的事情。最后，要提防欺骗者和欺骗。耶稣警告过假先知，他们会用谎言欺骗。马太福音24章11节，我们读到，且有许多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在提摩太前书中，使徒保罗写道，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日子，曾有人离弃真道，听从迷惑人的鬼魔和邪教的教义。随着我们接近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我们应当保持警醒，坚定不移地坚持圣经中的真理信仰，依靠圣灵的力量，抵挡虚假教义和邪恶之人。上帝的话语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推动他们接受民主或进行国家建设。这些谎言需要被谴责。耶稣会不会在追求世界统治和建立新世界秩序的道路上停止？基督徒应抵制这个敌基督的体系，成为世界的光。当光明照耀时，就会揭示真相。而这个世界的黑暗生物退缩吧。